我重生后成为了一只虎王，却想着躺平摆烂，将自己上交给国家。于是第二天我就来到了攀枝花动物园。结果工作人员看到我后，整个人都亚麻呆住。老虎他们都见过，但能被称为虎王的老虎他们还是头一次见。而我之所以跑到这里来报道，皆因我重生到这个世界后，发现靠自己好吃懒做的性格是没办法走下去，连维持最低的生活保障都做不到。没过半周就饿得只剩下一个蛋。于是为了享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没事就晒晒太阳，蹭一蹭饲养员的美好生活。我毅然决然地来到了攀枝花动物园跪求收养。没过几天，园内就迎来了许多的游客，因为他们听说这里来了一只300千克重的虎王。在众人的期盼当中，透明展览室内用来遮挡的红布缓缓升起，那橘黄色夹杂着黑色条纹的壮硕身形便露了出来。可是过去了2分半分钟，他们还是没有发现老虎有任何动静。有人敲了敲玻璃，试图引起老虎的注意，却发现这点动静根本没有用。那橘黄色的黑条纹肉山依旧不动着。怎么不动啊？是不是假虎？说好的虎王呢？就露个背给我们看。这时展览室内，一个穿着防护服的饲养员提着桶走了进来。大橘，你再不动，外面就要吵翻天了。在刘萌萌的推动下，我依旧没有半点动静，还是紧闭着眼睛。刘萌萌只能无奈地从桶里拿出来了肉放在地上，瞬间圆嘟嘟的虎脑袋有了动静。玻璃外见到这一幕的林雪儿变得激动。展览室内，刘萌萌继续用肉尝试着引着我转过身来，可正当她把肉转到了正对着玻璃的时候，我跟着的脑袋突然收了回来。围观的游客们甚至没来得及看清楚这只老虎脸是圆的还是方的，就又对上了大屁股。而就在这时候，紧闭眼睛的我终于是动了动，只不过我依旧没有转过身，而是起身用嘴叼起来了头，走到了另一个地方继续躺下。亲眼目睹我起身的游客们不由惊讶，这只老虎的体型绝对有300千克，虽然依旧没有看清楚这只老虎的正脸，不过就这体型确实是能够称为虎王了。而被我一顿操作把桶给叼走的刘萌萌，顿时泪眼婆娑的拿出了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姐，大橘他欺负我，今天是开展的日子，他就趴在地上不动，用屁股对着游客。我拿桶喂肉让他转身，他就把桶叼走不理我。你把手机拿过去，我来跟他说。大橘太不乖了，怎么可以欺负女孩子？这娘们都不是我饲养员了，还管我，想得美！见到我转过了脑袋，屏幕另一头的红儿姐立马大喊起来：“你这只坏老虎，居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！”我继续撇过了脑袋，叼着装着肉块的桶朝着角落里走去。见到这一幕的游客们不由议论了起来，他们见老虎见多了，可会叼着桶跑步里饲养人的老虎还是头一次见。红儿姐，大橘他又跑了。屏幕另一头的红儿姐被气得牙痒。去拿更多的肉和水果过来。就算你不去找他，他也会主动来找你的。到时候为了吃的，他会配合一点。好的好的，我这就去。林雪儿的直播室内，观众们见到了刘萌萌离开了以后，立马讨论了起来。这饲养员小姐姐去干嘛了？该不会是被气走了吧？这胖虎可真可恶。林雪儿见直播间内的热度正在增加，知道火候差不多了，笑着说道：“其实这只虎王的饲养员就是我的好姐妹。要是大家想贴近一点看虎王全貌的话，我可以跟好姐妹商量一下。”这时展览室门口守着的保安见到是打过招呼的林雪，立马打开了大门。雪儿你来了呀，赶快来帮我提桶，大橘他不理我，这个坏老虎只认识我。萌萌，你不是说这几天跟虎王相处得很好吗？怎么他会不理你？我以为他不攻击我，愿意吃我给的食物，就已经接受我了。谁知道他只喜欢食物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用食物和水果哄这只胖大橘听话。红儿姐说，这个胖大橘只要有吃的就会听话。随后二人提着2个沉甸甸的桶再次来到了展览室，林雪儿则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。虽然园内保证过这虎王不伤人了，但面对百兽之王，林雪儿还是下意识地紧张了起来。正在咀嚼着肉块的我见到了那2桶食物，不由愣了愣。这饲养员还真去拿吃的了呀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有吃的不吃，那就是傻子。大橘，过来，我这里有食物，还有你最喜欢的水果。刘萌萌拿着水果挥动，想要吸引我从角落里爬到展廊室的正中心，让外面的游客看清楚我的样子。但很显然，刘萌萌忘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她眼前的胖虎虽然是一只老虎，但却拥有着人类的灵魂，脑子可不笨。就在刘萌萌拿着水果挥动的时候，我迅速动了，直接一口叼起来了装着水果的桶，3两步重新返回了角落内。展览室外看到了这一幕的游客们都不由愣住，这么聪明的老虎他们还是头一次见。相比之下，这饲养员好像显得笨笨。听着展览室外的议论声，刘萌萌的情绪再也绷不住，捂着脸大哭着离开了展览室。林雪儿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好姐妹居然会被一只老虎给气哭。就在这时，咀嚼着苹果的大橘看着还留在展览室内的林雪，立马从地上爬了起来。你想干嘛？赵姑娘，快点跑啊！这可是老虎啊！听到外面的喊声，林雪儿终于是想起来了什么。她离门就几步的距离跑是稳妥，在强大的求生欲下，林雪儿摇摇晃晃地跑出了展览室。就在她准备庆幸自己逃出升天的时候，却听到了铁门关上的声音。转头一看，只见通往展览室的门已经被关了起来。哼，什么笨女人啊，竟打搅老子吃东西！大橘一巴掌把门拍上以后，便优雅地返回了装着食物的桶前吃着东西。看到这一幕的游客全部傻眼，刚刚他们还以为这只老虎打算去袭击人，结果事实给了他们响亮的一个耳刮子。此时展览室后面的员工休息室内，红儿姐，大胖橘就知道欺负我。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刘萌萌，屏幕另一头的红儿姐立马安慰道：“萌萌不要哭，我马上就过去一趟，教育一下大橘。”事到如今，看样子不亲自去一趟动物园估计是不行了。大橘这只坏胖虎实在是太坏了，从这里离开了几天就开始欺负女孩子了，再这样下去他只会越来越嚣张，必须及时的遏制住他的气焰。
挂断电话没多久，林雪儿也终于是哆嗦着走了出来。看着林雪儿惨白的脸庞和那颤抖的脚，刘萌萌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道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，雪儿？你这大虎刚刚吓唬我。坏大巨不会伤人的，你放心吧。他只是会吓唬人而已，是个喜欢捣蛋的捣蛋鬼。你以后熟悉了就知道了。还是算了吧，太吓人了。我想我没有胆子再进展览室了。话说饲养员怎么不回来？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女孩子就这么容易生气的吗？大橘看了看满地的果核，有些头疼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就算变成了一只老虎，可我也是一只爱干净的老虎啊！居住环境乱成这样子可不行。但饲养员又被我给气跑了。看样子我只能委屈一下自己的尾巴。早知道等把水果全部吃完，再把饲养员给气走了。这可真是自作自受啊！而外面看着的游客们见到这一幕，立马炸开了。你们看，这只老虎，它是在用尾巴扫地吗？应该没有错了。刚刚它吃果子吐核了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现在看到它又在用尾巴扫地，要不是亲眼看到这是一只老虎的话，我都要怀疑它是不是一个人了。这只虎王居然这么聪明，这一趟可没有白跑。没错，得赶紧拍下来发到网上去，让大家也瞧一瞧这只聪明的虎王。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，扫个地有什么好拍照的？也不知道把闪光灯给关一关，都快闪瞎我的眼睛了。扫着果核的大橘心里吐槽着，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工作，懒得理会玻璃外面的游客。萌萌，你不打算出去了吗？林雪儿开口问道。她现在还在直播，得尽快转切到虎王那里才行。但现在让她去展览室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她根本不敢去，只能麻烦刘萌萌帮忙拿着手机拍着虎王了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刘萌萌愿意去。萌萌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好姐妹？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毕竟老话说得好，防火防盗防闺蜜。林雪儿这话一听就不像是什么好事情。我想请你帮我近距离拍摄虎王，你能不能帮这个忙啊？你应该知道我是靠实力直播的，而不是靠颜值的。听到这话，刘萌萌不由犹豫了起来。自己的好姐妹走的是拍摄小动物进行讲解之类的路子，她是知道的，不然就靠颜值这一条路，雪儿早就成为大主播了。你就帮帮我吧，萌萌。林雪儿继续哀求道，要她进展览室里面跟虎王正面接触，她现在是真的不敢去。那种从基因里刻录着的危险让她坚持远离老虎。但要是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的话，她又不甘心，只能眼巴巴地盯着刘萌萌。好吧，我就帮帮你。那你把自拍杆给我吧。好的，不过你不要拍我。林雪儿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口罩。那我就先去展览室外，毕竟在这里也看不清虎王的情况。刘萌萌闻言点了点头，拿着自拍杆就朝着展览室走去。展览室内我正在闭目养神，突然就听到了铁门推开的声音，睁眼一看就见到刘萌萌握着自拍杆照了进来。这饲养员是打算做直播吗？不过拍我干嘛？我又不是靠颜值吃饭的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坏大橘，动物园的虎王，现在1岁9个月，体重320公斤。不要看他现在还很重，他现在其实还没有成年。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听完刘萌萌的介绍以后，一个个都被惊讶到了。这时我拍着大号的铁盆就来到了刘萌萌面前，一双眼睛注视着刘萌萌一动不动。现在还没有到喝奶时间，你得把铁盆给拿回去。坏大橘，现在连下午都没有到，胖大橘就想喝盆奶。听到刘萌萌这话，直播间内再次爆炸开来。不是吧，她这么大的个头还要喝盆奶？我的天，我还以为她是要喝水呢。咣当咣当，我用爪子敲着铁盆，一下接一下。时间没到又怎么了？想喝个盆奶有什么问题？再说我今天吸引了这么多人，光喝个奶怎么了？这么大的动物园还给不起这点奶吗？别操了你这只坏大橘，你的盆奶还没有送的，得等下午送奶车来才有。没有盆奶倒是早说呀，那我就不凑上了。真是的，浪费我的表情。坏大橘，你这个贪吃鬼，没有盆奶你就要离开我！见到这一幕的刘萌萌不由气的大骂，她还以为胖大橘跑过来是向她服软，没有想到这个坏大橘只是想喝奶，没有奶就不理她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此情此景，我只想到了一句话：有奶就是娘。是啊，饲养员小姐姐好可怜，居然还没有盆奶香。我倒是觉得这是虎王有点聪明过头了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他好像听得懂饲养员小姐姐的话。那是当然的，狗都听得懂人话，更何况是老虎。直播间内观众们继续发表着自己的意见，刘萌萌则完全没有理会，她目光紧紧盯着我，嘴巴已经嘟得老高了。看我干什么？我是有原则的老虎，没有吃的别想我理人。不过今天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？再怎么对方好像也是自己的饲养员呢，要不要稍微哄一哄他？看着眼眶红彤彤的刘萌萌，我还是起身叼起来了一块骨头来到了她面前。你叼骨头想干嘛？你这个坏大橘，我不吃你给的骨头，你想讨好我也没有用。你不给我道歉的话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听到这话的我不由眼角抽了抽，这是什么笨女人啊！我倒是想说话呀，问题是我这样子像能说得出话来，还给她道歉，她这是脑子被踢了吧？能给块骨头就不错了。饲养员小姐姐好像气糊涂，老虎不会说话怎么道歉呀？我更担心的是这只虎王给这么大一根骨头干嘛？请饲养员小姐姐吃吗？那也要饲养员小姐姐咬不动啊！就这么粗的骨头，别说是用嘴巴咬，就算是用刀砍，估计都有点麻烦。不过这也证明这只虎王是在讨好饲养员
媛小姐姐。直播间内的观众讨论的热火朝天，刘萌萌则盯着我放下的骨头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你这女人到底要不要骨头？不要我就叼走了呀。我看着不动的刘萌萌，低头把骨头叼走，放在了水盆旁，再次叼了一个苹果放在了刘萌萌面前。见到了这一幕的刘萌萌不由愣了愣，这回讨好的意思比刚刚更明显，至少苹果她咬不动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她也不敢接受，这被胖大橘咬在嘴里沾满口水，她怎么可能敢吃？见到这一幕，我再次把苹果咬了起来，自己吃了。反正哄我也哄过了，这个饲养员要是再生气的话，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。你这个混蛋大橘，可恶的坏大橘，就放下苹果装装样子，果然在你心里，苹果都比我这个饲养员重要。给你吃你不吃，居然还骂我混蛋！看来这个动物园不是久待之地啊。论饲养员小姐姐的心态是怎么崩的，虎王与饲养员小姐姐的平常的爱恨情仇啊，这只虎王好坏呀，我好喜欢。直播间内的观众看着我哄着刘萌萌这一幕羡慕万分。展览室外面林雪儿看着直播间内疯狂飙升的人气，不由握紧了拳头。萌萌加油啊！我能不能冲上前几名就全靠你了。就在刚刚，他已经冲上了平台首页，现在人气还在不断的往上涨。这时我趴在水盆旁吐着泡泡玩，待在这展览室里面实在是太无聊了，到处都是闪光灯和喧闹声，实在是太难了。我瞥了眼正在看手机的刘萌萌，目光突然停留在了对方身后没有关紧的铁门上。胖大橘，你又想干嘛？刘萌萌正在举着自拍杆，突然发现躺着的我站了起来，朝着这边走。面对刘萌萌的询问，我没有理会，直接走过了她身旁，来到了留着空隙的铁门前，一爪子把铁门给拍开，迈着步子走出了展览室。见到这一幕，别说是刘萌萌愣住，就连玻璃外的游客还有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愣了。我从展览室出来，迈着步子走到了员工休息室。总算是安静多了，还是这里舒服，既不吵闹，而且光线还挺昏暗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员工办公室内还有沙发，我可以躺在上面睡觉，不用再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了。那个饲养员小姐姐，你们攀枝花动物园里的动物都这么聪明，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有动物自己离开展览室了。没错，实在是太有意思。你们的动物园在哪里？我明天就过去玩。见到我离开后，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对动物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看看。看到直播间刷起来的弹幕，刘萌萌不由愣了愣。这些观众们好像很喜欢胖大橘啊，居然想亲自来看，那是不是意味着胖大橘要出名了？喂，饲养员小姐姐，老虎跑进去了！我们来这里可不是看人的，是来看老虎的呀！玻璃墙外面的游客们回过神来以后，立马拍打着玻璃门喊道。听到外面游客们的喊声，刘萌萌立马从激动中回过神来。大家等一等，我这就去把胖大橘赶出来。从展览室走出来，刘萌萌发现那肥瘦的身影消失不见了，立马朝着守在门口的保安问道：“胖大橘跑哪里去了？”在那儿。李叔指了指员工休息室，看着点他，那么大一只老虎从展览室里走了出来，我差点就把门给锁上跑了。李叔不要害怕，胖大橘不会伤人的。那也不行，李叔催促道。我们知道他不会伤人没用，可游客们知道吗？赶快把他赶去展览厅吧。刘萌萌闻言点头道，朝着休息室走去，就见到了橘色的肥硕身影将整个沙发压得塌陷了下去。坏大橘，快点起来！你太重了，沙发要被你给压坏了。被拍了的我翻了翻身，顿时整个沙发传来了不堪重负的声响。还不快点起来，沙发真要被你给压塌了。知道，沙发质量不好怪我喽。被刘萌萌拍得有些烦的我从沙发上爬了起来，又走到了茶几前躺了下来，在起身的一瞬间，沙发立马恢复了原样。这一幕看的直播间的弹幕全部都是以大局为重，大局压他扛。不要躺在这里，游客们还想见你，快点出去吧。我保证等会儿盆盆奶来了，立马给你送去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耍小性子，不然等会儿就不给你喝奶了。刘萌萌半哄半威胁道。坏大橘要是真躺在这里不出去的话，就凭自己这110斤都没有的小身板，怎么把胖大橘搬回去啊？这会儿我无奈的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虎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，这就是打工虎的悲哀，不打工赚钱连盆盆奶都没有的喝。出来了！玻璃墙外的游客们见到我走了出来，立马用手机对准了我继续拍摄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，我只是觉得这些家伙吵闹的要死。胖大橘要睡觉了，我们就不去打搅他，让他好好睡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也差不多该吃饭了，我就先把手机还给雪儿了。大家有空的话，也可以来我直播间看看我跟胖大橘的日常。一定来，饲养员小姐姐等着我。直播间内再次刷了起来，林雪儿见了立马来到了展览室后门，准备接手直播。手机给你啊，我要去吃饭了，等会儿奶场的车会送奶过来，我还要去别的区域送盆盆奶，下午应该没有什么空陪你。你要给那些小家伙们喂奶吧，我能跟着你一起去吗？如果你想去的话，你得换一身衣服才行。你现在身上沾染了胖大橘的气味，那些小家伙们会被吓到。说着，两人就去了更衣室。胖大橘，快点起来，瞧一瞧谁来看你了。一旁穿着休闲装的红儿姐见状摇了摇脑袋，从带来的包里掏出来一根木耙。红儿姐，你这是想干嘛呀？经过刚刚的接触，他已经知道红儿姐是胖大橘的第一任饲养员了，现在不知道对方这是想干嘛。你们两个帮我把他的背稍微抬起来一点，这个家伙最害怕挠痒痒了，还得用我的办法才行。红儿姐摸着木耙笑道，她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时间点胖大橘正在睡觉，所以早就准备好了家伙事，为的就是防止胖大橘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好的，红儿姐，
快点来帮我。林雪儿闻言点了点头，帮忙搬着我的大脑袋。红儿姐则握着木耙开始往我的脖子肉上挠了。突然睡着的我睁开了眼睛，身体像弹簧一样瞬间跳了起来。这一幕把红儿姐3人给吓了一大跳。我去，这还是胖虎他这一跳有2米多高吧？我的天，这也太吓人了！难怪动物园不敢把这老虎散养，这要是让他跳了出来，岂不是遍地都是自助餐吗？直播间的众人见到这一幕也被吓到。我摇了摇脑袋，目光望向了愣住的红儿姐3人。红儿姐，胖大橘它躺着能原地跳这么高？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只胖大猪跳这么高。那他这刚刚是被吓到了。这么看，刚刚突然这一跳都不太正常吧？像极了被吓到的反应。应该是的。老虎还会做噩梦？还是头一次听说老虎也会做噩梦？现在你们2个稍微往后面退一下，不要靠这只胖大猪太近。他刚刚清醒过来，再加上被吓到，情绪可能有些不太稳定。红儿姐挡在2人身旁道，她头一次见到胖大橘这种反应，有些担心胖大橘出现应激行为。那红儿姐你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这只胖大猪是我伟大的，它不敢攻击我的。倒是你们2个小心一点，我得确定一下它现在的状况才行。那我们就先出去了呀。刘萌萌说道，就拉着林雪儿便离开了展览室。红儿姐摆了摆手，便小心翼翼地朝着我走去。在红儿姐走动的时候，我也走动了起来。站在铁门外的林雪儿和刘萌萌见到这一幕，心不由紧张了起来。直播间内更是鸦雀无声，目光紧紧盯着这一幕，屏住了呼吸。乖孩子，你没有事吧？红儿姐细声问，同时注意着我的反应。听到这话的我歪了歪脑袋。红儿姐见到这一幕，不由松了一口气，听得进去话还做出来了反应，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。随即红儿姐张开双手笑道：“我来看你啦，你还站在那里，快点过来吧。”听到这话的我愣了愣，随后小心翼翼地朝着红儿姐靠近。就在红儿姐觉得快要抱到我的时候，突然发觉手上一松握着的木耙被拿走了。我咬着木耙咔咔作响，随后开始了走位，不让红儿姐靠近。见到这一幕的红儿姐收起来了拥抱，挠了挠头，对站在门口的刘萌萌和林雪道：“哎，他没有问题，进来吧。这个胖大猪又在发疯了。”刘萌萌和林雪儿听到这话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好的，红儿姐。快点把木耙拿给我，那是给你抓背用的。你要是咬断了的话，我就只能用扫把给你抓背了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一听这话，我立马停止了玩耍，来到红儿姐面前，把木耙一丢，露出自己的肥嘟嘟的背来。要说是给我挠痒来的呀，我差点就要把木耙给咬断了。坏胖子，这才出来几天，我不是嘱咐过你，以后要好好听萌萌的话？你怎么又欺负她？还有你这一身肥肉啊，不要再躺着了，到时候小心得3高了。你现在还这么小就这么胖，等成年了那还得了吗？说到这里，红儿姐抓了抓我背上那厚厚的脂肪，不由摇了摇头，真是太胖了。她所有带过的老虎当中，胖大橘算是最胖的。萌萌，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帮他挠挠背，胖大橘他最喜欢人帮他挠背了，这是个跟他交流感情的好机会。刘萌萌闻言点了点头，从红儿姐手中接过了木耙给我挠着背。红儿姐则打量着展览室道：“你们动物园现在有给他喝奶吗？”这只胖大橘每天必须要喝至少10多升的奶才行呢。它现在还在长身体，营养可不能落下。另外，你应该知道，它是培育中心的心肝宝贝。要是吃的不好，就要从你们动物园把胖大橘带回去。教授们还想看看胖大橘会不会突破老虎体型极限。放心吧，红儿姐，胖大橘在这里吃的很好，我们给他都是喂20升奶的，绝对不会让他吃差。红儿姐闻言点了点头。我这次除了过来看他以外，还是过来给他采血抽样，顺便检查一下胖大橘的血液。还有 CT 显示他现在长得很好，骨架很壮，基因也没有问题。教授他们已经排除了他巨人症的可能。那他怎么长得这么大？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老虎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没有成年。这也正是为什么胖大巨会是培育中心的心肝宝贝的原因。教授他们也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，所以你应该明白胖大巨到底有多重要了吧？你们2个把手机拿远一点，我要给这只胖大猪测心率了。林雪儿和刘萌萌闻言便把手机拿到一旁，紧紧看着这一幕。不要动老实一点，一直动来动去，我都没有办法听心率了。我稳了稳身形，叹气道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年头混个饭吃可真不容易。”心跳还算稳定，来把嘴巴张一张。我闻言不情不愿地张开了嘴。不给我带礼物就算了，还对我动手动脚的。接着红儿姐拿着棉签在我嘴里搅和了几下。好了，嘴巴可以闭起来。我刚闭上了的嘴巴立马抖动了起来，打了个喷嚏。你这坏大橘打喷嚏也不知道转过脑袋去，把我衣服都给弄脏了！你这个大坏蛋！你这女流氓，隔3叉5地在我身上动来动去，我都没说话，我就打个喷嚏，事就这么多吗？我睁着眼睛举起来了毛茸茸的大爪子，看着红儿姐后背，寻思着在哪里给她来一下，让她来个狗吃屎。胖大橘，你想干嘛？想偷袭姐姐是不是？你信不信等会儿姐姐就用针扎你？这只坏大橘整天不知道在想什么坏事，举这个爪子傻傻呆呆的，看起来像是要偷袭她，但又有这贼心没这贼胆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立马放下了爪子，端正的坐着，脑袋撇到一旁去了。我啥都没有做，只要我不慌，那对方就会慌的。我的天，真是太好玩了！你们看到他刚刚那副心虚的样子，我还是头一次在老虎脸上看到。看到这一幕，直播间的观众们顿时少了对老虎的恐惧。你这胖大橘想偷袭姐姐是不是？就你这点心思，我闭着眼都知道你在干什么，还敢偷袭我！小心姐姐把你屁股打开花！女流氓，女流氓！我抖动着耳朵，心里骂着，这女人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。红儿姐，
胖大橘怎么在你这里这么乖呀？红儿姐捏了捏我背上堆积着的肉，笑道：坏大巨就像是个孩子，你要是真的对他好的话，他会感觉得到的。教授们可喜欢他了，要不是跟你叔叔有交情，都不舍得把他借出来。不过他出了培育中心也好，他待在散养区里，别的老虎隔三差五的就会乱。这是为什么？虎王就算是再厉害，也不至于天天把其他老虎打一遍吧？没啥，就是这个胖家伙太壮了，前段时间又不小心伤到了其他老虎，弄得散养区内的母老虎们都对其他公虎没有了兴趣，这导致其他公虎们乱叫发泄呢。红儿姐捏着我的脸道：你这坏家伙还没有成年，就让这么多母老虎心动，也不知道等长大了以后还会祸害多少小女虎。我翻了翻白眼，心里疯狂吐槽着：祸害个锤子，老子是人。就在这时，铁门响起来。萌萌，牛奶我给你放在这里，等会儿你自己拿进去啊。你李叔我就不进去了，这么大的老虎我看得瘆得慌。好的，李叔。刘萌萌闻言用木耙敲着我的屁股笑道：坏大橘，你的盆盆奶来了高兴吧？姐姐这就去给你装。红儿姐发现我突然挺直了身子，目光盯着铁门，不由笑骂道：等会儿他会把盆盆奶拿过来的，不要这么激动，把脑袋放下来。你这坏家伙，果然是培育中心的干饭。第一虎看到盆盆奶这么激动，我根本没有在意红儿姐的话，刚看到那盆盆奶放下来了以后，立马凑上了脑袋就开始吸了。这虎王喝奶的姿势也太奇怪了吧，我还是头一次看到猫科动物这样喝奶。是啊，别的猫科动物都是用舌头咬着喝的，它却是直接贴着奶吸，难怪它能长这么胖。直播间内的观众见到了这一幕，都表示干饭虎就是干饭虎，吃起东西来就是快，连喝奶都显得这么快。直播间内开始齐刷刷的刷了起来，我贴着光溜溜的铁盆，用粉色的大舌头正在上下舔着，敲着铁盆咣当的作响。刘萌萌见了立马上去把铁盆拿了起来。胖大橘，你再舔的话，铁盆要被你给刮下一层铁皮来了。我这是不浪费食物，你这个愚蠢的女人懂什么？我舔了舔爪子上落上的奶珠，有些无语。萌萌把盆还给他吧，他不舔干净是不会罢休的。刘萌萌闻言无奈的把盆给放了下来，我立马凑过来脑袋继续舔着。抱歉各位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已经下午5点了，动物园马上就要关门了。大家要是还想来玩的话，请明天早点来吧。明明现在太阳还这么……抱歉，还请各位见谅，我们马上要开始打扫卫生了。所以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闭园的呢。这话听了800遍，反正也没啥好看的了，走吧。工作人员一边笑着解释，一边送还停留着的游客们离开。很快，喧闹的动物园里就安静了下来。刘萌萌见外面游客们都走光了，道：是时候该把胖大居带去生活区了。那就把他赶回去吧。红儿姐点了点头，指着门道：自己走吧，你应该认识路的。听到这话的我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迈着晃晃悠悠的步子朝着铁门走去。打工了一天，总算是可以休息了。走在动物园的小道上，胖大橘不由扬起来了脑袋。这就是他的地盘，所有动物也都是他的小弟。要是有敢不听话的小弟，那他就会用爪子好好教训一下这些家伙听话的。然而在路过猴山时，猴山上一群猴子正踩着锁链在上下跑，其中最为强壮的一只猴子就是这支队伍里的猴王。他看着逐渐靠近猴山栏杆的胖大橘，不由龇牙咧嘴，开始吼叫着，警告胖大橘离开猴山。别喊了，都安静一点。猴山里正在打扫卫生的饲养员听到立马大声的喊道，但见到了大胖橘的猴群根本没有停止的意思。这些家伙好烦啊！我打了个哈欠，望了望还不消停的猴群，咂巴咂巴嘴，眼神逐渐锐利了起来。瞬间虎啸声充斥着整个动物园，正在玩或者正在吃着东西的动物们全部乱了起来。所有还留在动物园内的饲养员身体都下意识的抖动，而离得最近的猴群都朝着猴山上最高处跑去。被突如其来的虎啸吓了一跳的猴群饲养员连忙喊道：萌萌，快管管你的胖大橘，他要把猴群给吓坏了。在后面走着的刘萌萌听到了猴山里传来喊声，连忙跑了过来。坏大橘，你又在吓人了！他这不是在吓人，他这是在宣示这里是他的地盘。跟猴群的饲养员讲一讲，管好猴子来。另外把你们这栏杆给加固一下，太细了，大橘轻而易举就能铺掉。大橘他还记仇，这个难说，但跟猴群的饲养员讲一讲，总是没有错的。闻言，刘萌萌脸色凝重道：好的。接着朝着猴山的入口处走去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百兽之王的威严。刚刚那一声叫声，我被吓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呢。不要说主播吓到了，我家狗子听到这声音已经吓疯了，现在躲在角落里都不敢出来了。那你情况还好？我正在外面遛猫呢，我的猫听到这声音已经跑了没影了，不知道等会儿去哪里找。直播间内的观众一边述说着虎啸过后各自的情况，一边要求林雪儿因为这次的惊吓给他们发福利，最好是露脸的那种。大家不要开玩笑了，我是不会露脸的。不过我会从直播间抽取10瓶水，有赠送虎王的照片的。虎王的照片就算了，我要饲养员小姐姐的照片。没错，最好是黑色大长腿的那种。直播间内齐刷刷的加1占满了整个屏幕。好了，大橘，我们该走了。你不会真的想把笼子给撕烂了？进去打架吧，你还是个宝宝，别学坏了啊。红儿姐拉着胖大橘的耳朵离开了猴山，可路过银背大猩猩展览室时，却见到2只银背大猩猩正疯狂地敲打着玻璃，朝着胖大橘龇牙咧嘴的吼着。大橘，别过去，别跟他们计较。红儿姐见到这一幕，立马察觉了不妙。可等她起身想抓住大橘的时候，她已经3两步来到了玻璃外了，正用爪子敲击着玻璃，饶有兴趣地看着里面2只疯狂吼叫的银背大猩猩。2个傻大个有本事把玻璃给砸开呀，在里面无能狂怒什么呢？见到大橘走近，2只银背大猩猩叫得更加厉害了，甚至因为捶胸捶得太厉害，把自己给捶得都站不稳了。而胖大橘还不停地敲击着玻璃，挑衅着。红儿姐，
大橘他这是干嘛？他这是在逗2只银背大猩猩玩呢。这胖大橘鬼精鬼精的，他明知道银背大猩猩不可能突破得了这特制的玻璃，还盖在玻璃前面挑衅。这2只大猩猩再锤下去，估计都要把自己给锤出内伤了。胖大橘这么聪明？是的，你可不要小瞧了他。胖大橘在培育中心的时候还会看电视电脑呢，甚至连算术题他也能够算得出来呢。等你以后多接触几次，都会知道了。随即红儿姐捏了捏胖大橘的脸道：“你别再逗他们玩了，他们又出不来，你就想看着他们把自己给锤伤了是不是？当然，谁叫这2个傻家伙吃饱了没事干挑衅我的呀？2个色不拉几的傻大个还不够我一巴掌拍的？你们说虎王跟银背大猩猩打起来，到底谁能赢啊？”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，立马讨论了起来。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银背大猩猩了。你们没有见到网上银背大猩猩可以把汽车打出4米远吗？我看你是在放屁。银背大猩猩打得赢将近700斤重的虎王吗？这银背大猩猩撑死了都没有超过500斤，在相差100多斤的情况下，不可能打得赢老虎。就是你们瞧一瞧虎王的牙齿多么锋利，银背大猩猩的牙齿根本就不能比，而且虎王可是吃肉的，你不会以为正面搏杀银背大猩猩会是虎王的对手吧？这可不一定。林雪儿看着争吵不休的直播间，朝着红儿姐问道：“红儿姐，虎王和银背大猩猩谁更厉害？”听到林雪儿的问话，顿时直播间内都安静了下来。要是真打起来的话，这2只银背大猩猩不会是胖大橘的对手。胖大橘真实的体重是720斤，这2只银背大猩猩顶多400斤。别说是在动物园里打不过，就算是放在野外，银背大猩猩跟老虎的战斗力也差非常多的。哪怕是同等体型下的狮子，也不会是老虎的对手。直播间内听完了红儿姐话的水友们立马激动了起来。资深饲养员不愧是资深的，见解果然是一针见血啊！好了，大橘，我们走吧，你该回去睡觉了。在外面还没有代购吗？走了走了。闻言，胖大橘恋恋不舍地从玻璃前起身，却意外瞥见隔壁正在水池里泡澡的大象。他们似乎并没有因为刚才的争斗表现出来什么异常。看到这一幕，胖大橘下意识地想过去吓一吓这一大一小的大象，结果脑袋刚探过去，就发现脖子被一双手环抱勒住，强行调转了方向。这大象可没有招惹你，你怎么可以去吓他们呢？听话一点，你这个胖家伙！红儿姐勒住大橘的脑袋，让他调转了方向，朝着住宿区走去。这第一任饲养员实在是太烦了，还是个十足的女流氓，专门干强撸老虎的事情。被勒住脑袋的胖大橘心里吐槽道。很快，3人1虎便到了住宿区。白色瓷砖瓦的大门旁顶着2朵大红花，门框上则是橘黄色的3个大字“大橘屋”。顺着门口进去，满是粉红色的贴纸和灯光。萌萌，你不要告诉我这里就是虎王的生活区吧？这里布置的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哪个女孩子搬新家呢。雪儿，你难道不觉得这样子很好看吗？你瞧瞧这温馨的灯光，大巨睡在这里，有这种灯光照着就不会孤单了。而且为了防止大巨没有玩伴睡不着，我还特意给他准备了玩具哦。我已经看到了。林雪儿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这地面上摆放着的大鳄鱼和巨大的熊玩具，肯定就是对方说的玩伴了吧？萌萌，我能问问你，光买这些玩具花了多少钱吗？不多不多，也就几千块而已。本来还想再买一点，但想了想还是算了。毕竟夏天太冷热了，摆放这么多毛绒玩具不好。富婆小姐姐本人23暖，下雨知道躲雨不会捡地上东西吃，希望小姐姐可以收留一下。直播间内的观众们表示，饲养员小姐姐真富有，他们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，想要实现一下。萌啊，这些玩具其实你都可以撤掉。胖大巨这家伙有些洁癖，他不喜欢把睡觉的地方弄得乱糟糟的。不信的话，你把门打开就知道了。听到这话，刘萌萌先是一愣，随后仿佛是为了验证红儿姐的话，直接就把大门打开了。只见刚刚还趴在床上的胖大巨，立马起身叼着玩具鳄鱼就往门口走。出了门以后，更是脑袋一甩，把玩具鳄鱼丢出了老远。见到这一幕，刘萌萌不由眼角湿润，捂住了脸。精心准备的小窝胖大橘他不喜欢。好了，萌萌别哭了，胖大橘的窝只需要一张舒适的床就够了。你要是针对胖大橘好的话，他自然会感受到。还有你这坏家伙，丢了2个就差不多了，还继续丢呢。闻言，胖大橘悻悻然地调转了脑袋，真是善变的女人。刚刚还说的打开门让我丢的，怎么突然就翻脸不认人了呢？真是太气虎了，太好玩了！这一幕一定要录屏下来。你们看虎王那委屈的小眼神，简直了。是啊，这是我看过的最有意思的动物直播了。直播间见到这一幕的观众们大笑着讨论着，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多。萌萌在吗？大橘屋外传来李叔的声音。刘萌萌闻言开口道：“我在。李叔怎么了？”胖大橘的晚饭呢？你这小姑娘怎么就这么虎呢？要是不给这只老虎喂饱的话，待会儿你们在里边就危险了。一听这话，刘萌萌才想起来胖大橘还没吃晚饭呢，赶忙起身去门外。抱歉，李叔，胖大橘不会这样子的。这可难说了啊，反正你快点把食物拿进去喂它就是了。野兽终究是野兽，我可不觉得这些野兽会真的养得熟。要知道，饿极了的狗都咬人的。我知道了，李叔。刘萌萌点了点头，拖着拖车拉着3桶肉就走进了房间。胖大橘见到刘萌萌拖着拖车进来，立马按耐不住了。红儿姐发现胖大橘站了起来，出声安抚：“安静点，胖大橘。”一旁正在把玩着胖大橘尾巴的林雪儿立马吓得松开了手。红儿姐，大橘他怎么了？开饭了，他已经按耐不住了。你看到萌萌那儿没有？那就是他这么激动的原因。那就好。不要这么激动，你看看你都吓到雪儿了。
身为一个男孩子，你要懂得成熟稳重。面对红儿姐的教育，胖大橘没有理会，继续扒拉着爪子。我一只老虎又不用为了生计发愁，也不用担心一日三餐，更不用担心五险一金之类的东西，干嘛还要成熟稳重？刘萌萌见胖大橘扒拉着空气划水的样子，喊道：“大橘，你冷静一点，我这就拿东西给你吃。”说着把装满肉的桶抬到了他面前。胖大橘立马把脑袋埋进桶里咀嚼了起来。看着猪拱石一样的胖大橘了，刘萌萌出声说道：“你慢一点吃，小心把自己噎到啊！”放心吧，他噎不到的。这些肉已经足够小了。拿着毛巾的红儿姐笑道，开始给胖大橘沾满血迹的脸擦拭着。等一等，我还没吃完呢。面对红儿姐的擦拭，大橘扭了扭脑袋躲避着，但很快被红儿姐用2只腿夹住了不安分的脑袋。真是女侠的腰杀人的刀，女侠的腿催命的鬼。好了，你可以继续吃了。红儿姐收起来了毛巾，笑道：“这样子一来就不用担心血水渗透进毛发，让大橘变得黄红的了。吃个锤子吃，被你这样子一弄，我还吃得下。”胖大橘慢悠悠地躺回了床上。红儿姐，大橘她怎么不吃了？怎么大橘今天还剩饭剩菜了呀？这跟他平常的光盘行动可不一样啊！没什么，他在生气呢，怪我擦脸擦坏了。不吃也好，你把它给装起来，明天再给他吃吧，就当做让他减肥。好的，红儿姐。对了，红儿姐，你今天晚上去我那里住吧。也好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等明天早上给大橘抽完血，我就得赶回培育中心了。那我们走吧，红儿姐，让大橘自己在这里玩吧。见到红儿姐和刘萌萌起身，林雪儿举着自拍杆笑着说道：“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晚安，准备睡觉喽。主播也要准备吃饭和休息了呢，么么哒。”今天直播了一天，已经有些超出了他的预料了。正好趁着虎王睡觉的这个机会结束直播。随着铁门被锁上，3人便迈着步子离开了。而在这个时候，躺在床上躺尸的大橘却突然一个猛子跳了起来。太好了，3个女人的戏终于是唱完了，总算是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了。一个小小的铁门也想关注我，简直是在开玩笑呢。迈着欢快的步子，大橘来到了门口，观察起来了外面的动静。毕竟它是一只老虎，逃出了动物园，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他来讲都是很危险的，所以他得确定没有人在外面才能溜出去玩。深夜的红塔山动物园，一道橘黄色的身影偷偷用爪子拨开了门锁，再接着便撒欢的跳过了不远处的围栏，进入了山林里。总算是出来了，大橘强忍着不在地上打滚的冲动，开始在森林里逛了起来，准备开始他的狩猎时间。可在溜达了一圈以后，就只发现了老鼠、癞蛤蟆这些生物，像是其他地方野猪、竹鼠之类的啥也没有见着。没一会，大橘便没了兴趣，返回了围栏处，一跃跳了进去。咔嚓，随着铁门被关上，大橘开始在水池清洗爪子，进行着消灭证据的活动。他可不想明天被刘萌萌发现自己4只爪子上1爪子的黄印，那样子不被发现都不行。次日一早，动物园内，红儿姐提着箱子，身后是睡得朦朦胧胧的刘萌萌，还有拿着手机拍摄的林雪儿。我都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起这么早了呀。大橘现在肯定都还没有起来吧？那是一定的，他可没有这么早起来。不过没有起来才是最好的，免得到时候他起来了以后又不肯配。当走到大橘屋前时，红儿姐看着地面上一串又一串的脚印，问道：“萌萌，你们动物园里还有别的老虎？”这些脚印虽然不是很清晰，但她跟老虎接触这么久，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这是什么脚印的。没有啊，现在动物园里面除了大橘1只老虎以外，没有别的老虎了。是出了什么事情吗？没有什么，我们先进去吧。红儿姐进去后，目光便四处打量着。当看到了地上浅浅的黄泥，还有门上那爪印以后，脸色顿时有些凝重。反观大橘正仰天躺着，4只正举高高的，鼻涕泡正在鼻尖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的。见到这一幕，林雪儿连忙举着手机拍了下来。老虎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一面？这副样子估计许多人都没有见到过吧。红儿姐见状也走了过去，检查着大橘肉乎乎的爪子，但目光突然被大橘身上粘着的木刺给吸引了。萌萌，你们动物园里面有带刺的树木吗？没有呀，我们这边怎么可能会种带木刺的树呢？只有外面林中的树木才有木刺的。红儿姐闻言拍了拍大橘的屁股，叹了叹气。这个坏大橘居然还真的跑出去了，看样子还是跑到动物园外面去了。刘萌萌他们真是够心大的，早就说过了大橘很聪明的，他们怎么就是不听？在这里不装监控就算了，居然连门都用，可以在里面能够打开的。难怪大橘能够溜出去玩。萌萌，早点把这边的监控装起来，还有门锁也需要换一换。最重要的是跟你叔叔讲一下，把动物园的围栏全部加固到6米以上。为什么？刘萌萌好奇道。红儿姐并没有回答，而是看向林雪儿道：“雪儿，你先把录像关了，这件事情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不然传了出去，不但大橘有麻烦，动物园也会有麻烦。”是大橘出了什么事情吗？我怀疑大橘昨天晚上一个人偷偷摸摸的跑了出去了。刚刚地上的脚印，还有门上的爪印，以及他现在身上的木刺，还有毛发上的黄泥块，都说明了这个坏家伙昨天晚上绝对没有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房间里，他一定是跑出去玩了。不可能吧，红儿姐，门是关起来的，而且围栏有3米高，这怎么可能？不信的话，你现在去后面的林子里，应该还能发现这个坏家伙的爪印的。你们实在是太小看老虎了，它们的智商很高的，学习人类的动作也不会太难。像是这么简单的锁，它只用看一眼就能学会怎么开了。至于你所谓的3米高的围栏，你应该没有见坏家伙站起来过吧？他站起来有3米多，将近3米半了，轻轻松松就可以跳过围栏。
你想要用这种方法防住他是不可能的。听到这话的刘萌萌脑袋不由嗡嗡作响，因为昨天早上她来大局房间的时候也发现地上有黄泥脚印，可她却没有细想过这是怎么来的。现在听红儿姐这么一说，她感觉整个人傻掉了。大局会开门，还会出去玩，而这一切她都不知道。可红儿姐一来就发现了。好了，你记住我说的话就行了。这门锁必须赶快更换成更高级一点的门锁。另外，监控必须装，还有围栏这段时间也得建高一点，不然大局想走的话，你们还真拦不住。记住，今天门锁必须换，不然这件事情传出去了以后，你们动物园就麻烦了。一只老虎溜出去，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。如果虎王一旦攻击人的话，那就是大案件了。伤人的老虎是不可能还活着的。而作为管理虎王的动物园，也要停业整改，甚至是关园。我知道了。刘萌萌闻言拿出手机，开始跟自家叔叔说这件事情。红儿姐，我现在能够录像了，重要的事情已经谈完了，应该可以录像了吧？你录吧。而此时睡梦中的大局只感觉爪子一疼，不由扭了扭身子。红儿姐连忙握着试管，小心翼翼跟着大局扭着的方向。没有过一会儿，3根试管便被装满。红儿姐拔出了针管后，便把采集到的血液装进了箱子里了。你记得跟你叔叔讲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，萌萌。我就先回去了，教授们还在等着我把血液样本带回去呢。好的，红儿姐。将红儿姐送走后，林雪儿开口道：“萌萌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睡回笼觉了？唉，现在这个时间连6点都没有到。不，我要在这里看着大局。既然知道了大局会自己开锁的话，我怎么可能还放心让大局一个人待在这里呢？万一等会儿又有客来了以后，大局偷偷跑出去了怎么办？我的萌萌啊，你还真打算守着他？他现在睡得这么死，不会出去的，放心吧。”深知刘萌萌性格的林雪儿立马猜到了她的想法，连忙劝道：“不，我要在这里。雪儿，你回去继续睡吧。你还是这么倔强，我怎么可能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呢？里面看起来可爱的大猫毕竟是老虎啊，要是一个不小心把你当成了早餐怎么办？那要不然你去我房间里把睡袋给拿来吧，我们2个人在这里睡就好了。”林雪儿一听，顿时脊背发凉。你没有搞错吧？还准备在这里睡觉吗？居然敢跟老虎一起睡，这怕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啊！见刘萌萌心意已决，林雪儿只能无奈的去拿睡袋。拿到睡袋以后，便马不停蹄的返回了大局屋，生怕慢一点刘萌萌会出事。你来得真快。说着，刘萌萌笑着接过睡袋，开始哭了起来。林雪儿则有些忐忑道：“萌萌，你这里睡觉违反了饲养员规则吧？”没事的，你不说就行了。你也快进来吧。我买的睡袋是超大号的，装2个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听到这话的林雪儿看着粉色的睡袋，不知道怎么的就想到了那包裹着牛肉的卷饼。进来啊。好吧，希望这虎王真的跟你说的一样，性格温顺才好。可没过多久，睡袋里的林雪儿就被一股热气给热醒了。她一睁眼，立马朝虎王的方向看去，见还在熟睡的虎王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可下一秒，林雪儿却鬼使神差的从睡袋里爬了起来，来到了虎王床前，撸着虎王肉嘟嘟的肚子，好舒服，好好摸。而被揉着的大局也逐渐有了感觉。等到林雪儿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就见到了她眼中的大猫眼睛动了动，睁开了。接着四目相对，瞬间林雪儿脑中一片空白，但手却不听使唤的又揉了揉。瞬间虎王睁开的眼睛又闭上了。看在你为本大爷服务的份上，本大爷就勉为其难的继续享受一下吧。见到大局闭上眼睛享受的样子，林雪儿胆子逐渐大了起来，手也开始向着别的地方入侵了。事实证明，只要你的手法足够好，强撸老虎也是行得通的。而睡袋内刚醒来的刘萌萌见到这一幕，整个都懵了。你还说你胆子小，我睡着了都敢去碰大局，你胆子可一点都不小。听到这话的林雪儿手不自觉地停了下来。哪里有？这不是你在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享受中的大局发觉按摩突然停了，立马用爪子扒拉了一下林雪儿，示意她继续说话就说话，手上的动作不要停了。发现自己衣服被扒拉的林雪儿笑着说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我继续。”继续撸着面前的大胖虎，他的三花被撸舒服了，也是这副样子。不得不说，老虎也是猫啊，就是大了一点。坏大局这么快就变心了，果然是色老虎。见到大局扒拉着林雪儿衣服的一幕，刘萌萌不由吐槽着，她都和大局认识1个星期了，也没有见大局这样子扒拉过她。看着眯着眼睛哼哼的大局，林雪儿开始充当起来了讲师。萌萌啊，不是我说你，有空你真的得学习一下才行。雪儿，大局是一只老虎，并不是猫。老虎也是猫科动物，撸猫手法同样有效的。萌萌这还犟嘴起来了，这可不行。身为一名优秀的饲养员，你得听得见正确意见才行。听两人这架势，大局知道一场辩论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一想到马上要面临吵闹的环境，大局就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迈着步子就朝着门口走去。你们吵你们的，我先出去吹个风。随着一声清脆的门栓拨动声，铁门被打开了。刚准备进行据理力争的两人见到这一幕，瞬间愣住。我们刚刚应该没有眼花吧？大狙是用爪子勾住锁上的扣栓的吧？感受着两人聚焦而来的目光，瞬间整个虎都傻了。这下子完蛋了，他忘了自己是只老虎了，还下意识的以为自己还是人。遇到有人吵闹的时候可以离开，于是大局还没有落下来的爪子又把门拉上了，随后迈着步子返回了床上。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刘萌萌和林雪儿只感觉脑袋一片空白，整个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，世界观都开始出现了变化。萌萌，虎王这是在干嘛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
他现在应该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虎吧？原来红儿姐说大局会开门，她还不信，现在好了，亲眼见到了。那我们要装作没有看到的样子。既然虎王都这个样子了，我们是不是得配合一点，装作无事发生？毕竟大猫咪也是要面子的呀。怎么可能？这个坏大局真的会开门？我们才不能当做没有看到呢。接着刘萌萌看着还在装睡的大局，义正言辞道：“我是不会再给你把门打开来的机会。你这个坏家伙，是不是昨天晚上还跑出去玩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溜出去了。接下来你不会再有这样子的机会的。”听到这话的大局立马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可恶的女人啊！张开嘴巴，爪子不断的乱挥着，恐吓刘萌萌。萌萌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站远一点？虎王现在的样子好像很危险呀。你不要被这个坏家伙给骗了，这家伙连爪子都没伸出来。只是在吓人而已。说着，刘萌萌迈步走上去，两手一抓就按住了大局乱挥着爪子，瞬间大局的动作就停住了。不是刘萌萌力气有多大，而是他担心一个不注意把刘萌萌给甩飞了。要是那样子就没有饭吃了。还真的是呀。大局张着嘴巴小声吼叫着，意思很明确，你这个小娘皮赶快放手，不然你虎大爷就要不客气了。看到没有，食指一样粗的牙齿，一咬下去你身上就要出现血窟窿了。不要以为你在这里张牙舞爪的就能吓到我，你这个坏家伙给我听好了，不准出去，知道吗？见到刘萌萌这副样子，林雪儿不由嘴角抽了抽，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刷新世界观，不管是虎王还是刘萌萌都让她感到震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传来了三轮车晃荡的声音，接着搬运东西的声音就传来了。刘萌萌突然发现自己握着的爪子被挣脱开来了，那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大局正探着脑袋望向了门口。萌萌，你在里面吗？虎王的食物我放在外面了啊。李叔说完，不等刘萌萌回答，就骑着电瓶车又咣当咣当的离开了。大局从床上跳了下来，迫不及待的来到了门口，在刘萌萌、林雪儿的注视下打开了铁门。萌萌，虎王他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啊。这个坏大局！刘萌萌气呼呼的拿上了铁盆，来到了门口，就见到了脑袋已经埋进桶里的大局。这个坏家伙，再吃的话脑袋就拔不出来了。给我把头先拔出来，我把这些食物倒进你的饭碗里。刘萌萌捏着大局脸颊，把硕大的虎头给拔了出来，嘴里咀嚼着肉的大局，看着正在朝着铁叉里倒着肉的刘萌萌，有些无语。我像是那种在桶里面吃肉会把脑袋卡住的傻虎吗？好了。你现在可以吃了，坏大局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这个虎妞，老子货真价实的老虎都没有你虎。大局心里吐槽着，来到了铁盆前吃了起来，但想起来被刘萌萌给发现他会开门以后，瞬间食欲大降。他们肯定会换安全一点的锁吧，就是不知道会换成什么锁呢？除了指纹锁跟里面打不开的锁以外，他觉得他们好像也换不上什么锁了。反正只要能在里面能打开的锁和人能开的锁，他也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想到这里，大局吃起来不由安心了许多。想困住他不让他出去溜达，怎么可能？他虎大爷可不是这么乖的老虎。这时林雪儿从大局屋走了出来，看到虎王吃的这么香，说句实话，他也有一点饿了。接下来你要把虎王送去展览室吗？是的，这段时间大局得待在展览室里才行。等到这块地方修理好了以后，大局就可以待在前面的生活区了。这样子一来，他就不会无聊的。生活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而这个时候，大局也结束了自己的早餐，看着光溜溜在太阳照射下发亮的铁盆，刘萌萌弯腰捡了起来，督促着大局：“早餐你也吃完了，我们该去展览室了，马上游客们就要来了，你不要在这里拖拖拉拉的。”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大局迈着步子朝着展览室走去。这年头当老虎还得自己打工赚饭钱，谁说当动物轻松的啊？看我不把他脑袋拧下来！刚吐槽完的大局迈着悠闲的步子，在园内东瞧瞧西看看，嗨，那边的小肥羊好啊，今年努力长啊，看你这样子肉质应该很不错，就是关在笼子里，估计羊骚味稍微会重一点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你虎爷我不挑食。哟，那里还有一只鸵鸟啊，那大腿可真结实，咬上一口估计贼带劲。还有这位犀牛兄弟，你一直盯着我干嘛？大局看了看在铁网后面歪头歪脑正在打量着自己的犀牛，有些疑惑，这个家伙不会没有见过老虎吧？怎么愣头愣脑的？萌萌不好了，虎王跟犀牛登上眼了！什么？大局你给回来！听到这话，刘萌萌立马去拖大局回头，你这个虎妞傻娘们别扯虎爷尾巴，老子是想看看这傻里傻气的犀牛在看个啥子东西，也没打算跟他干架呀。萌萌，你快点松手吧，你这样的话小心虎王咬你啊！看着刘萌萌拉老虎尾巴的举动，林雪儿连忙劝：猫猫的尾巴都不能乱拉，他居然还敢拉虎王的尾巴，真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啊！他现在算是相信了红儿姐说的虎王不会伤人，要是换成随便一只猫，回头不给你来上一口，再来几下喵喵拳啊！一听这话的刘萌萌立马松开了手。大局没有拉疼你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保证下次再也不会这样子了。你还有下次呢？要不是看在还得吃饭，虎爷反身就给你一个大嘴巴子，让你全村吃血。傻里傻气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做饲养人的。吐槽完的大局郁闷的继续往展览室走去。此时站在门口的李叔见到突然出现的虎王，顿时被吓了一个激灵。大局也被突然叫起来的李叔给吓得差点就用2只腿跑路。听到大喊声的刘萌萌和林雪连忙跑了过来。这老虎走路怎么没有声的呀？我在这刚抽完烟呢，结果转过身来就看到老虎走过来了，差点吓死我了。更重要的还是没有脚步声。听到李叔话的大局眼里满是鄙夷，还没有吓死你，你虎爷我差点没被你吓死。在动物园里面工作这么多年，是没见过老虎还是咋的？怎么跟见了鬼一样的乱叫？老虎垫着肉垫走路确实没有声的，特别是在硬的地面上就明显了。不过李叔你也不用担心，虎王不会伤人的。伤不伤人我知道，可这走路无声无息的我可受不了。
下次萌萌你可得跟紧点啊，至少脚步声大一点，让你李叔可以听清楚，有个心理准备啊。好的，李叔，我知道了。行了，快点带虎王进去吧，9点快到了，马上就要开园了。李叔说着拉开了展览室的门。刘萌萌闻言小心地拍了拍大橘的屁股，大橘感觉到了屁股上传来的催促，迈着步子就进了展览室，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了。展览室外一堆人拿着手机敲打着玻璃喊，他们都是昨天被林雪儿直播间给吸引来的小主播们。大橘背对着玻璃外的一群主播们有些不耐烦，就短短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玻璃外给挤得水泄不通，真是一群有毛病的家伙，整天吃饱了撑着举个手机扰民有什么意思？动物园里面的游客好像多了很多呀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明明昨天人还很少的呀，而且没有算错的话，今天应该是星期一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大家今天放假吧。不过既然人来的这么多，对于动物园来说是件好事。就在两人谈话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冲了过来，他握着手机，身上带着跟林雪儿一样的装备。您是刘萌萌饲养员吧？那这位肯定就是林雪儿主播了吧？你们比在直播间里看的还漂亮呢。多谢夸奖，不过我们现在要去照顾虎王了，不能在这里继续停留了，抱歉。请问我可以跟着一起去吗？我也很想近距离跟虎王接触呢。抱歉，这件事情你得跟园长商量一下才行，得到了园长的同意才可以的。林雪儿说完，拉着刘萌萌就准备离开了。像这种主播她也听说过，都是打算蹭热度的，而握着手机的主播紧跟着两人。刘萌萌饲养员，园长不是您叔叔吗？要不您给打个电话怎么样？他在这里蹲守了很久，好不容易见到了出现的两人，怎么可能错过这一夜爆红的机会？抱歉，不行，你得亲自去跟园长谈才行。园长的办公室就在那里，我们真的很忙的。是啊，你自己去吧。可我不认识园长，能不能请两位带我去？可以。闻言，主播顿时转过来了脑。只见8名身强体壮的保安正握着警棍看着他。这位先生，你已经严重打搅到我们动物园里面工作人员的工作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请你去园长那边走一趟吧，希望你可以配合。为首的保安脸上有一道疤痕，显得十分凶狠，再加上1.9米的身高，以及那特大号保安制服都遮掩不住的肌肉，让这位纠缠着刘萌萌和林雪儿的主播瑟瑟发抖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交了门票进来的啊！我们知道，所以现在是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要是你是偷偷溜进来的话，我们可不会这么客气的。那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正在直播呢！说完，举起手中的自拍杆，想要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。没事，你可以继续直播。刚刚那一幕也应该录下来了吧？你要是不打算跟我们走的话，我们就只能报警告你骚扰寻衅滋事，以及破坏动物园的正常运营了。到时候这一笔费用算下来的话，以你的身价，我想应该很难承受得起。听到这话的主播脸色立马蔫了下来。我跟你们走。看着被2个保安带走的主播，为首的保安笑道：“萌萌小姐，碍事的家伙已经被请走了，我们接下来会送您去展览室的。”好的，谢谢李哥，还有大家。被称为李哥的保安点了点头，随后6人把刘萌萌和林雪儿围住，保护在中间，用高大的身躯组成了高墙，防止那些不长眼的主播再来骚扰。而正在展览室附近拍着动物的主播见到这一幕，立马拿着手机拍着这一画面说道：“瞧一瞧这6位保安大哥的肌肉啊！你们信不信，只要我一出手，这6位大哥立马会跪在地上求我不要死。”没一会，众人就顺利来到了展览室门口。李叔，没有人闯进来吧？没有，想要进来的都被我给拦住了呢。李叔一边开锁一边笑道：“这些主播啊，个个的真烦人，都想近距离拍虎王呢，所以我让小李他们过来了。”李叔，您做的没有错，他们确实很烦人，大局见了估计会伤到他们的。萌萌，你快点进去吧，虎王好像有些不开心啊。刘萌萌闻言点了点头，拉着林雪便进去。展览室内，大橘正张着嘴巴咬着空气，外面这群苍蝇好烦人，吃饱了撑着天天敲玻璃干嘛？好想把这些家伙全部给拍死。刘萌萌进来了以后，立马跑来了大橘面前查看起来的情况。你没有事情吧？外面是不是很吵啊？你这女人还知道回来呀？把你虎爷丢在这边听外面敲玻璃声，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。大橘有些无语，这饲养员就不能管一管外面那些吃饱了撑着的家伙？要是第1任饲养员在的话，早就出去揍那些吵闹的家伙。被大橘紧盯着的刘萌萌有些心虚道：“大橘，你忍一忍吧，外面都是来看你的游客，不要这么生气啊。”听到这话的大橘直接起身就从刘萌萌面前离开。见到从面前离开的大橘，刘萌萌出声道：“大橘，你别走啊，姐姐会想办法的。”见状，一旁的林雪儿出声提醒他：“萌萌，我觉得你可以跟你叔叔讲一讲，把展览室外面做一层隔音玻璃，这样就不会打搅到虎王了。”别说是虎王在这里面感觉很吵，就算他在这里面待久了也会受不了，虎王会生气也就不奇怪了。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跟叔叔说。听到这话的刘萌萌立马拿出来了手机编辑短信：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？这里不是去园长办公室的路吧？”看着眼前黑色的房子，男主播有些紧张。这房子恐怖阴森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地方吧？你全程开着直播，有什么害怕？快点跟我们进去吧。园长就在里面等你。没错，快点进去吧。这个家伙在啰啰嗦嗦的，他们2个都想动手把这个家伙给提进去。敢在动物园里面骚扰大小姐，他可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知道了，你们不要催了。听到这话的主播看了看自己直播间内还在增加的人数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虽然他现在的处境有些危险，不过自己直播间开着，再加上这里又是动物园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，顶多也就是被教育一下。可当走到黑色的房子前时，主播突然发现房子门口印着2个白色的骷髅头标记，心里顿时就慌了。
这个地方真的是办公室吗？怎么看起来像是鬼屋啊？就在这时候，门突然打开了，穿着黑色西装2米多高的壮汉开口了：“进来吧，你这个家伙，园长在等你，希望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”说完，壮汉又瞄了一眼他，就这一眼，主播瞬间脊背一凉，握着自拍杆的手都快要拿不稳了。这个大块头不会是想要宰了他吧？这里真的是个动物园，不会是什么黑手党的秘密组织吧？园长，人带来了，带他进来吧。门内传来沉重的中年男声，壮汉点了点头道：“进去吧。”好的，好的。主播立马跟了进去。当看到里面惨白色的灯光配合上深红色的装潢时，顿时这名主播呼吸都止住了。这个地方不会是刚刚出现过命案吧？怎么看起来这么阴森恐怖？我知道你这种小主播想要出名的梦想，但你不应该来我动物园里面骚扰工作人员的。再有下次的话，你就不用走过来了，我会让人去医院里把你抬过来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吃苹果吗？说着就从脚边拿起来了一把西瓜刀，开始削着苹果皮。不吃，谢谢了。主播连忙摇着脑袋，还吃苹果？你这是要砍人吧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双腿打颤。怎么，很冷吗？年纪轻轻身体就不行了吗？还好我这里有枚可以给你取暖。说着又从脚下拿出来了一把大喷枪，看着用2只手抱着才能使用的火焰喷枪，主播颤抖得更加厉害了。他不会还有杀人焚尸的癖好吧？你怎么又在流汗了？难道是这里面太热了吗？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是难办啊！太热了吃不消，太冷了又不行。阿丽，把他带出去吧。是园长。一听这话，主播急忙带着哭腔道：“别杀我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随即一股热流顺着他裤口流了出来。我去，这都什么家伙，也太不惊吓了吧！提着主播的壮汉一手捂着鼻子，一手快速把人给提溜了出来。二爷，那个家伙吓尿了。一旁头发有些花白的老人说道：“真是个胆小的家伙，就这样子还敢骚扰我侄女，可真是好笑。”是的，确实好笑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子了，你去跟直播平台说一下，我不想见到这件事情闹大，毕竟萌萌饲养员当得挺开心的。是二爷。听到这话的老人点了点头，随后消失在了墙角。而展览室内，大局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正在安装玻璃的工人们。毕竟哪个男人不喜欢看这种热闹？哪怕是变成了老虎，他也喜欢凑这种热闹。可这却让正在装着隔音玻璃的工人们有些发抖，他们能感觉到身后那紧紧注视着的目光。虽然说这近距离观看老虎不仅不要钱，动物园还要给他们钱，可这工作也不好干啊！万一被老虎咬上一口，那他们可就凉了。因此每个人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动作太大引起老虎的注意。本来在老虎展览室里面安装玻璃这种活，他们肯定是不敢接的。可动物园给出的钱实在是太高了，为了这一份诱人的薪酬，他们还是铤而走险的选择了接下来。美女，你们的老虎这是不喜欢玻璃胶的味道吗？被盯得握着打胶枪都握不稳的老师傅问道。他想安静的工作，可这身体不听使唤啊！这老虎太大太吓人了，他脊背一直发凉的，根本没有办法安心做事。没有啊，他应该是比较喜欢看热闹的吧？几位师傅不用担心，大局他很乖的，不会伤人。我们知道，可贝对着他终归是有些害怕呀。美女，你看能不能让老虎把脸转过去？是啊，一直盯着我们的话，我们根本不敢继续蹲下了。其他几个师傅也跟着说道。刘萌萌闻言，双手立马捂住了大局的眼睛。那个魏师傅这样子，怎么样？会不会好一点呢？稍微好了一些，多谢美女了。发现了那如针扎的目光消失不见了，众人不由松了一口气，继续工作。而被刘萌萌2只手捂住眼睛的大局，正在透过刘萌萌指尖的缝隙继续看着，也懒得正躲，反正能够看到这些师傅安装玻璃就行了，免得把这些师傅吓到，万一磕着碰着了可不好。毕竟这些师傅是来装玻璃，让他免受那些叽叽喳喳家伙烦的。2个小时后，老师傅带着徒弟们一边收拾着工具，一边说道：“美女，玻璃已经装好了，你跟你们园长说一下，我们现在要走了。”好的。刘萌萌回道。老师傅听了这才带着人离开。好了，大局，现在这里面不会吵了吧？姐姐拿球给你玩，你在里面安静一点啊，不要搞破坏。大局瞄了一眼就懒得管了，这么热的天气还玩皮球，他吃饱了撑着差不多，而且就这么小的地方怎么玩，还是躺着舒服。当然要是能放点动漫看的话那就更好，可显然这些人并没有打算给他安台电视机的打算，那他也就只有躺着了，好无聊啊。大局打了个哈欠，随后闭上了眼睛。雪儿，我们走吧，大局要睡觉了。听到这话的林雪儿点了点，2人便离开了展览室。随着2人的离开，突然黑色的乌云遮蔽天空，不时有雷霆落在地面上，爆发出惊天的爆炸声。扑腾着翅膀的巨虎从乌云中翱翔而出，朝着远处飞着。地面上是连绵不绝的森林和硕大的山峰。扑腾着翅膀的巨虎看着这一幕，眼里满是疑惑，又是这个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奇怪的梦晚上不做，总是在白天睡觉的时候做，真是奇怪。还有为什么他变成了这副样子？按理来说做梦的话他应该是人才对，为什么会变成长着犄角跟翅膀的巨虎？好香的气味啊！大局正这么想着，突然空气中散发的香味让他回过了神。
神来。在远处，一根巨大的树木仿佛穿透了天际，而树木周围正有五颜六色的光芒闪耀着，还不时传来交战的大喝声。这谁在这里打架呀？闲得蛋疼吗？大橘疑惑地扑腾着翅膀继续靠近，就见不远处的地面上云势纷飞，不时爆发着连绵不绝的爆炸声。透过满天的烟尘，大橘发现一名人类手里握着长枪，正在跟狼人交战着。这是除妖。见到这一幕的大橘嘀咕着，这狼的样子应该就是传说的妖怪了吧？这个男人应该就是除妖师了吧？不得不说真的猛，握着一根长枪就跟妖怪打了。就在大橘这么想着的时候，正在跟狼人交战的男人突然转过脑袋望了过来，接着这男人抓着长枪便对准了大橘就抛掷了出来。展览室内，大橘猛然睁开眼睛，随即立马检查起来了自己有没有受伤，还好啥事情都没有。刚吃完饭的刘萌萌带着林雪刚进，就听到了展览室里的动静。嘿，大橘，你醒来了。对于刘萌萌的问话，大橘没有理会，而是半个脑袋埋进了水盆里。他得清醒清醒，刚才这个梦实在是太吓我。大橘，你猜一猜，姐姐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？西瓜哦，是西瓜哦。想不想吃啊？想吃的话就要听话。来，跟姐姐握个手。大橘见了愣了愣，你两只手抱着西瓜怎么握手？你还有第三只手吗？大橘带着有些忧虑的目光看了看刘萌萌，接着把自己的铁盆叼了过来。来，听话，大橘，跟姐姐握个手，姐姐就把西瓜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听到这话的大橘无奈的伸了伸爪子，放在了西瓜上。好难啊，还得跟傻子玩。是跟姐姐握手，不是跟西瓜握手。刘萌萌看着西瓜上毛茸茸的大肥爪子说道。此时一旁的林雪儿看不下去，萌萌，要不然你把西瓜放下吧，你这样子虎王没有办法握手的。他看得出来虎王是想握手来着，可问题是萌萌压根就没有办法握。听到林雪儿这话，刘萌萌总算是发现了自己抱着西瓜没有办法握手这件事。抱歉大橘，姐姐忘了还抱着西瓜呢，你别生气啊。没事，我不生气的，毕竟我脑子没有问题，傻子才跟傻子生气呢。当然关爱智障儿童虎爷也经常做的。随即对着铁盆里的西瓜一口咬下，真甜。大橘咂巴着嘴一脸的享受，果然夏天和西瓜更配呢。吃瓜虎上线了，大家快点来看哦。林雪儿举着手机拍着大橘咀嚼着西瓜的样子笑道。大橘看着林雪儿的举动，有些无聊的撇了撇脑袋，吃个西瓜都要这样子拍，这年头的人已经无聊到这份上了吗？吃完了，吃完了，我们准备吃午饭了哦。随即刘萌萌从门口提来了一桶肉，抓起来了肉块往大橘嘴里塞着。见状，大橘来者不拒的一口闷，眼神里满是享受，这才是老虎应该有的生活呀！要是这个时候再有人帮我按摩就更好了。呜，贫穷的我看到了这么多的肉，流下了羡慕的眼泪，我都买不起这么多肉呢。是啊，动物园里面需要野生人类吗？我可以胜任的，不要多少食物，只要1/3的肉就够了。囚禁人类是犯法，我只想当饲养员，工资3天1结，给我这么多肉就行了。俺也一样，俺也一样。直播间内的水友们纷纷嚷嚷着，而此时吃饱的大橘已经来到太阳能够晒到的地方躺了下来，吃饱喝足晒太阳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这样子的生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的话，在动物园里面打工也不是不能接受嘛。萌萌虎王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呢。是的呢，要是大橘天天这么开心就好了。一定会的，你和虎王的关系已经在慢慢变好了，我期待着下一次来，你和虎王已经能够像红儿姐那样子了。下一次你就打算走了吗？不打算。再住一天陪陪我吗？不了，我已经在这里待了2天1夜了，要是再不回去的话，三花她肯定会生气的。你就好好照顾虎王吧，下次我再来看你。说着，林雪儿迈着步子离开了展览室。闭着眼睛假寐的大橘听到林雪儿远去的脚步声，心里可惜道：明明按摩手法这么好，居然没有把刘萌萌教会就走了，以后享受不到这么舒服的按摩了。哎，生活不易，猫猫叹气。傍晚黄昏下的动物园内，人群逐渐离开，热闹的气氛变得冷清了起来。大橘打了打哈欠，睁开了眼睛，总算是可以下班回房间里躺着了。就是不知道自己房子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估计锁已经换了吧。希望开锁程序不要太复杂，不然就不能出来溜达。大橘，我们该回宿舍了吧？刘萌萌拍了拍大橘说道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大橘从地上爬起，跟着刘萌萌出了展览室的门。可当来到大橘屋时，他愣住，原来有些荒芜的大橘屋前面已经用铁丝跟栅栏围起来了，并且周围还装满了摄像头，像一个个机枪一样的对准了大橘屋。我不就出去散个步而已，又不是出去做坏事，用得着这样子大费人力物力的吗？大橘，你的活动区域已经修建好了哦，快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呢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刘萌萌笑着说道。她没有想到这边会进展的这么快，才一个白天的功夫就已经处理好了，还把原来的地面给用草坪铺垫好。开心，开心个锤子！现在唯一跑出去玩的希望就在锁上了，希望锁不要换得太麻烦了。很快他们来到了大橘屋的门前，随后大橘就见到了闪烁着亮光的电子锁。电子锁应该就只有外面是电子，里面还可以正常打开吧？大橘这么想着，便跟着刘萌萌走了进去。随即他就看到了操蛋的一幕，屋里面的锁也是电子锁，而且还是人脸识别的。见了个鬼，这让我怎么出去？谁能告诉我这种锁怎样录制人脸？见到大橘走了进来，刘萌萌笑着说道：大橘，你在这里好好休息，姐姐去给你拿吃的，等会儿就过来了，不要乱跑破坏东西啊。去吧去吧，正好虎爷我可以研究研究怎样把自己的脸给录进去，这样就可以开门了呢。当刘萌萌的身影越来越远，大橘立马从床上跳到了门锁前，开始研究起来。这人脸识别这玩意儿到底该怎样录制？识别错误，无法开门。经过999次尝试后，大橘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床上，没一会便沉沉睡了过去。深夜保安室内，正注视着监控的保安打着哈欠靠在了椅子上，不知不觉地眯着了眼睛。由于他们动物园一没有值钱的东西，二又全部都是活物，周围还有栏杆围着，应该没有什么人跑来探
他们这里偷东西，而且他们每天晚上都会检查各个动物生活区有没有锁紧，因此也不存在动物会跑出来的问题。眯着眼睛的保安这么想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但此时攀枝花动物园外，一道黑影悄然出现，轻松越过了3米多高的围栏，接着便来到了大菊屋前。人脸识别失败，无法开门，没有一丝感情的电子声传来，随后泛起来的红光逐渐消失了，可铁门还是被打开了。那道黑影悄然走进了大菊屋内，怎么有开门声？睡得迷迷糊糊的大菊不由摇晃着脑袋睁开了眼睛。好漂亮的大猫猫啊！姐姐最喜欢大猫猫了，来跟姐姐走吧。这突然响起的女声让迷糊中的大菊立马清醒过来，这声音不是刘萌萌的，也不是林雪，更不是红儿姐的，这来的是个陌生人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这年头见过偷钱偷人的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偷老虎。这动物园的保安到底是怎么干活的呀？这么大的人进来了都不知道。还有这门不是能抗机枪扫射的吗？怎么一下子就被人开了啊？见到大菊这副样子，穿着白色古服的女子捂嘴轻笑道：“大猫猫不要害怕，姐姐很温柔的哦。”说着就朝着大菊走来。见状，大菊张大嘴巴，身子一探，就想给对方来个泰山压顶困住对方。可他刚探前，就突然发现嘴里多了一根大腿棒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要是跟姐姐走的话，天天都可以吃这么美味的食物哦。就算你的牛肉很好吃，本虎爷也不可能舍弃铁饭碗跟你走。女子见大菊咀嚼着牛肉，笑着说道：“大猫猫，你不说话，姐姐就当你答应了。”答应什么？虎爷不想走，你还能把虎爷怎么办？就你这小身板的，给你绑，你也要绑得动才行。对于对方的话，大菊压根不屑一顾。可紧接着，大菊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，照了。大猫猫吃了姐姐的食物，就要跟姐姐走哦。该死的，放虎爷出去啊！虎爷的大院子不能丢，虎爷的铁饭碗更不能丢啊！大猫猫，不要这么激动，姐姐很快就带你离开这个地方的。随即背着麻袋便走出了大菊屋，越过围栏，朝着林子里就走去。阁下来我动物园，一声不吭的就偷走了我动物园里的老虎，是不是太霸道了一点？林中一位彪形大汉弯腰充当着椅子，上面则坐着戴着墨镜的园长。他没想到这动物园里今天竟然来贼了，偷的还是胖乎乎的老虎。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来的还是同道中人。女人目光在园长身上打量了一下，脸上丝毫没有当场被人抓住的尴尬。这猫猫跟我有些渊源，这次过来一试，见见它长得怎么样了。二也是它年纪不小了，也该接受洗礼了。不知道刘铁花刘先生是否愿意让给我？大菊是我向培育中心借来的，阁下跟他有什么渊源我不知道。不过我那侄女很喜欢他，你要是把他带走了，我恐怕没有办法跟我侄女交代啊。这大菊要是没有，明天萌萌能把整个动物园给他翻过来，所以他才不管对方跟大菊有什么渊源，他只知道萌萌很喜欢大菊，这就够了。闻言，女子笑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带着猫猫只是去个地方而已，不会太久。再说我也没有办法长时间陪它一起，所以这猫猫我是肯定会送回来的，并且你应该不想跟我动手的吧？”听到这话的园长面露为难之色，随后就见面前人影逐渐虚化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承认了。老大，人好像跑了。不用你说，我眼睛不瞎，就你眼尖啊！好厉害的本事，真要打起来，估计我要出大丑了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明天早上要是大小姐见不到大菊的话，就麻烦了。知道了，你不用再提醒我了。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糊弄过去吗？还有今天晚上的事情，不许传出去，知道了，老大。对了，你再去向培育中心借一只老虎来。老大为什么要再借一只来？大小姐眼睛可不瞎。你这个家伙，你以为我会骗自己侄女吗？让你再借一只老虎来，是糊弄那些来的游客们的。你忘了展览还有1天时间，没有老虎，难道还让你进去假扮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此时另一边，女子笑着解开了麻袋，大毛毛可以出来喽，我们已经到地方了。很快，愤怒的大菊扒拉着麻袋钻了出来，接着便张着嘴巴叫了，响亮的虎声充斥着整个空间。别哈了！女子朝着大菊走来，笑道：“你这只大猫猫在姐姐手里是跑不掉的，来，让姐姐摸摸。”别想虎爷我可是很厉害的，今天就让你瞧一瞧虎爷我苦练多年的猛虎下山。伴随着虎啸，大菊纵身一跃，朝着女子扑去。只见刚才还威风凛凛的虎王，此刻正被女子抱在了怀里。大猫猫速度可真快啊，就这么喜欢姐姐，都迫不及待了呢。等等，老子是猛虎下山，不是投怀送抱。还使不使坏了？你这只大猫猫，姐姐的力气可比你大的哦。再不听话，姐姐就打你屁屁哦。俺为虎刚正不阿，一生不畏权贵，但没有想到今天居然栽在了一个女人手里。难道一介虎王从今以后就要沦为女人的玩物了？此刻培育中心休息室内，分高你们动物园还要借一只老虎，不是有大菊在吗？红儿姐看着面前正坐着的男人说道：“凌晨跑来培训中心借老虎，这怎么看都是有问题啊！”大菊被人给绑走了。壮汉闻言缩了缩脑袋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的大菊被人给绑走了？”听到这话的红儿姐眼睛瞬间变红，紧接着一股冰冷的寒气从她体内爆发而出，瞬间整个休息室都被冻住了。看到即将爆发的红儿姐，壮汉慌忙解释：“只是借大菊出去一趟，保证会还回来的。”好，要是2个月见不到大菊回来，我再收拾你。话落，周围布满的冰冷逐渐消散。多谢红儿小姐。红儿姐闻言没有理会，而是关心起来了刘萌萌。萌萌，
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大小姐她还不知道，事情刚刚发生，老大也不准我们说，并且让我们保密。要是大小姐问起来，就说是大巨被接回了培育中心。你说我要是跟萌萌讲大巨没有回来，而是被你们弄丢了，你说会怎么样呢？此话一出，壮汉连忙弯腰求助。红儿小姐千万不要啊！要是被大小姐知道了，我们就完了。你就帮帮我们吧。帮你们瞒着也行，你们老大那里有颗火枝吧？我要了。大橘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需要点营养品。听到这话的壮汉脸色微微变了变。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做主，得回去跟老大汇报一下，才能给出回答。行了，你回去跟你老大说说吧。壮汉闻言点了点头，随后又小心翼翼问道：“那借一只老虎的事情，红儿小姐您看？”跟我来吧。红儿姐起身便朝着门口走去，壮汉见了，连忙跟了上来。另一边昏暗的山洞里，大橘正打量着眼前摆着各式各样姿势的石像，这是应龙。大橘突然发现，一石像上雕刻着一只巨龙，正在朝着天空翱翔着。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传说的应龙了。还有那只龙头的大乌龟，好像是短吧？那里还有只长着9条尾巴的狐狸，想必就是传说中的九尾狐了。可当大橘目光扫视到一座巨虎雕像时，不由愣了愣，这不是梦中的那只老虎吗？神话故事中的4兄之一穷奇。怎么你想要变成这副样子，那可得好好努力才行啊。听到这话的大橘立马回过神来，我一只老虎努力什么呢？努力吃，努力睡，努力玩就可以了。至于努力成为穷奇一样的凶兽，还是算了吧。可走着走着，大橘又看到了一座老虎雕像。这只老虎没有翅膀，不过脚下却踩着祥云。这是虎族的圣兽白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霸气？想不想成为这个样子？不想不想，我也只想当只开心的小老虎，睡了吃，吃了睡。又走了一小会儿后，大橘总算是见到了女人说的洗澡地方，一个冒着奇怪颜色的大水坑，怎么看都不像是适合洗澡的水，倒像是一水坑的毒药。就在大橘踌躇不前的时候，身边传来女子的催促：“快点下去吧，在上面看什么呢，大猫猫？”大橘转过脑袋一看，发现对方正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。要是自己不下去的话，估计对方就要一脚把他踹下去了。想到这里，大橘一咬牙，直接跳了进去。哎呀，这水泡着暖洋洋的，还带着些许的甜味，也不知道这水池里面加了什么东西。可泡着泡着，大橘就感觉一股困意涌了上来。小家伙这么快就受不了了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女子见到这一幕，便迈着步子就离开了。而水池内的大橘此时已进入了梦境。梦境里2道身形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，而这2道身影正是雕像上的白虎和穷奇。白虎看着大橘笑道：“了一个有些胖的小家伙呢，想不想变得跟我一样威武雄壮？只要你说想，我就告诉你变强的办法。”小家伙不见得想变得跟你一样，我在你身上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你应该更合适来我这里才对的。小家伙他可是凶兽，你可要想好了呀，还是当圣兽的好。不但是祥瑞受人崇拜，而且我白虎杀术可是1等1的神通而已。我穷奇会比你弱，小家伙，白虎的杀术只是徒有其表而已，我的本事才是真正厉害的。这年头传说中的神话生物也内卷的，果然内卷不是近些年出现，而是早就有的。看着还在争吵着2位大佬，大橘干脆闭上了眼睛，没一会儿鼻尖就冒起了鼻涕泡。另一边的动物园内，刘萌萌正骑着3轮车去给大橘送早饭，而在大橘屋内，几只小老虎正盯着壮汉看，壮汉则看着外面正在缓缓靠近的3轮车，思考该怎么跟大小姐开口说大橘被培育中心接走的事情。王叔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奉老大的命令，有件事情要跟萌萌小姐说下。哦，叔叔，有什么事情让您跟我说？是这样子的，培育中心的红儿小姐打电话来说，大橘的血液检测有些问题，所以连夜派人过来把大橘带走了。什么？大橘没有事情吧？是的，没事的。壮汉见了手慌脚乱的解释，大橘的情况不严重的，萌萌小姐不用担心。对了，红儿小姐让人送来了几只小老虎陪您呢。说着，壮汉指了指一旁正张着嘴巴奶凶奶凶的小老虎。好可爱呀！见到这一幕，刘萌萌瞬间笑了起来。小猫猫们，来，姐姐抱抱。听到这话，几只小老虎立马迈着小短腿跑了起来。姐姐抱抱。刘萌萌一边喊道，一边朝着小老虎们追了过去。见到追逐着小老虎的刘萌萌，壮汉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萌萌小姐，老大的话我已经带到了，
那我就先走了。随即壮汉转身长吐一口气，连忙朝着园长室走去。此时正漂浮在水面上的大橘睁开了眼睛，他看了看周围，不由愣了愣。他喵的还在这水池里睡着了，还好本虎爷脂肪够厚，不然这个季节非得冻死在水里。从水池里爬起来了以后，大橘发现那个疯女人没有在，不由松了一口气，终于找到机会开溜了，跑路。可当大橘跑到山洞外时，却呆住了。山洞外有一左一右两条路，左边通往更深的森林前进，右边则比较平坦，似乎通向某个地方。这右边的道路一看就是经常有人走动，往右走岂不是正好碰上那个疯娘呢？于是大橘迈着步子就往左边走了。随着周围越走越荒凉，脚下的路也渐渐没有了。动物园，动物园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虎爷找的你好辛苦。此刻看着越来越荒凉的森林，大橘一时间不由陷入了思考。正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还是回去吧。就算碰到那个坏女人，顶多也就是在跟她回家而已，至少还管饭呢。如果自己还往这条路走的话，万一一步踏错掉下悬崖，就变成胡饼了。可回头走了没有多久，大橘就见到那坏女人正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看对方这副样子，就好像预料到她一定会过来一样。见状，大橘张着嘴巴叫唤着，爪子还拍了拍自己的肚子。大猫猫饿了吗？姐姐这里可没有食物哦，不过姐姐知道哪里有好吃的，你跟姐姐过来吧。听到这话的大橘不由愣了愣，什么？你把我绑架回来，居然连食物都没有准备好。大猫猫想要吃饱就快点来哦。闻言，大橘无奈地迈着步子追了上去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处开阔的河边，女子指着河面说道：身为一只老虎，要学会自己捕食，光靠人养活的话可是不行的哦。闻言，大橘望着河面有些发愣，俺是老虎，不是河里啊，让我去河里抓鱼，这是人能干的事情。但此时不争气的肚子却叫唤了起来，大橘也不得不跳进了河水里。不一会儿，他就看到水底一群肥鱼聚集在一起游动着，看着这些鱼游动着的身影，不争气的眼泪从大橘的嘴角流了出来。等到鱼群离得越来越近的时候，大橘张着大嘴，两腿一蹬就冲了过去。正在游着的鱼群还来不及反应，大橘就已经冲了进去，咬着一条40斤的肥鱼钻出了水面，将这条大鱼吃光后，饥肠辘辘的肚子总算是停止了叫唤。而吃饱后的大橘便开始思索起了跑路计划。看这坏女人的打扮，应该不会游泳的吧？这时女子迈着步子走了过来。吃饱了吗，大猫猫？吃饱了，我们就该走了哦。走个锤子！再见了您，你虎爷要跑路了。只见大橘一跃而起，跳进了水里，随即就朝着远方游去。而女子见到这一幕，却并没有生气。这个小笨蛋以为在水里就能逃跑了吗？真是太天真了。继续跑吧，正好让我看一看你这个小家伙能跑得多快。此时水里的大橘4只小短腿跟上了马达一样的不停地滑动着，很快就游出去了几百米。在确定那女人没有追来后，大橘就离开了河水，来到了岸上。待会儿找个有人烟的地方露一个面，把当地居民吸引过来，再故意给警察打一针抓住，应该就可以回到动物园里继续过着包吃包住的生活。大猫猫跑完了吗？跑完了的话，就跟姐姐回去吧。正在思考中的大橘听到一旁传来的女子声音，瞬间整个身体僵硬住了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明明自己已经将对方甩出了很远了。还有这个家伙走路怎么没有声音？难道他是阿飘？想到这里，大橘不由打了个寒战。只听说过这种东西找人的，没有听说过找老虎的呀。反应过来的大橘嗷嗷叫的撒腿就跑。这个小傻瓜怎么还跑了？我有这么可怕吗？想不太通的女子身形缓缓离地，朝着大橘追了上去。很快，正在狂奔的大橘突然发现自己慢慢脱离了地面，无论他怎么样都前进不了一步。随后，女子便踩着空气出现在了大橘面前。姐姐说了，叫你不要跑这么快，你这只大猫猫怎么就不听？姐姐又不会害你。见到这一幕的大橘浑身毛发都炸了起来。妈妈，救命啊！女鬼要吃老虎了！好了，跟姐姐回去吧，不要在这边到处乱走了。说完，女子就抓着大橘的尾巴，直接把他给拖走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大橘嗷嗷叫着，但对方并没有打算放手的意思。经过一阵天旋地转后，大橘被丢在了地上，呕吐了起来。大毛毛，看样子你还是太弱了，得努力变强才行，不然姐姐以后怎么带你出去玩？女子的声音让大橘再次打了个冷颤，还出去飞得这么快，傻子才跟你出去呢！就在大橘心里疯狂的吐槽时，来，姐姐带你看个好看的。接着还不等大橘反应，他就发现自己尾巴又被抓住了，瞬间一股寒意从尾巴根直接传到了后脑勺。大橘拼命抓着地面，把地面都磨出火星子了，可还是抵挡不了对方，直接被拖进了小黑屋。大猫猫，姐姐给你看看姐姐的宝贝。只听唰的一声，帘布拉开后，昏暗的小黑屋里面瞬间亮如白昼，一颗有着足球大的珠子正散发着耀眼的白光，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吧？大橘盯着散发着光芒的夜明珠，脑海里思绪万千。这么大的夜明珠得好几个亿吧？看不出来这坏女人这么有钱了。怎么样，姐姐的宝物好看吧？接着女子抱着这超级大灯泡来到大橘面前，想不想摸一摸？不想，万一弄掉了你不得打死我？大橘摇着脑袋退缩着身子，心里告诫着自己，绝对不能让对方找到任何机会对自己动手。好吧，不喜欢就算了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，你就在这边好好住着吧。
姐姐就不陪你一起喽。说完，女子就迈着步子离开了。这一次大局并没有立即跑路，怕那个坏女人是在试探自己，于是假装打量起来了周围的环境。一个普普通通看不出啥花样的木头房子，门口上挂着一个写着徐娇娇的牌子，这名字跟刘萌萌的名字倒是有点像。虎也是真的虎，刘萌萌是做事不经过脑子的虎，这个徐娇娇是蛮不讲理的虎。可怜我一只小老虎同时遇上这两位卧龙凤雏，也是倒了血霉了。又过了一阵子后，外面已经听不到动静了，大局这才虎头虎脑的走出了房间。这次先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，看一看哪里有人烟，不然就这森林的茂密程度，走到明年都不见得能找到出去的路。而眼前刚好就有一排小道朝着山顶蔓延，于是大局迈着步子就朝着山路发起了冲锋。我要回动物园，我要吃牛肉，我要睡大床，我还要喝羊奶。在羊奶的诱惑下，很快大局就到达了山顶。可环顾四周，除了森林还是森林，根本看不到任何人类文明的痕迹。该不会一辈子都在寻找人类文明的途中吧？就在大局思索的时候，石头敲击而发出来的响声从不远处传来。可这石头应该是滚下去的，为什么会这么轻而短暂？大局带着疑惑朝着生源地走去，很快就在山顶一处宽阔的空地上看到一只白猿和一只公鸡正在下棋。然而下棋的双方并没有因为大局的到来而被打搅。大局好奇地打量着白猿和公鸡，慢悠悠地走了过去。就在大局距离他们还有3米远时，正在下棋的公鸡突然开口说话了：小家伙不要乱动，坐在一旁看着就好了。听到这话的大局顿时被吓了一跳，他只知道这两个家伙成精了，却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能口吐人言。你这个小家伙，鸡爷我可没有在这边看到过你，你应该是新来的吧？鸡爷告诉你，既然来了山顶的话，就过来给我们2个磕个头，以后在这一片地方好有个靠山罩着。啥？磕头？在这个奇怪的地方也要拜码头？还有，难道这块地方还有不少跟他们一样的妖怪？公鸡道人，我劝你少打这个小家伙的主意，他可是徐娇娇道有带来的。你上次逗他带来的小家伙被拔了2根羽毛的事情，难道忘了？老袁，你这个混蛋，怎么能当着后辈的面说我的丑事？也不跟你这只老袁下棋了。这个小家伙刚刚来这里，对这里肯定都不太熟悉。鸡爷带他去串串门。串门可以，但你可不要借着徐娇娇道友的名头向别人要东西，不然到时候你没的就不是尾巴上的2根毛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嘿嘿，徐娇娇是吧？鸡爷打不过你，还不能给你找麻烦。等会儿就让成千上百的家伙们跑去找你麻烦去。见到公鸡阴恻恻地笑了起来，大局觉得有股不祥的预感。这只大公鸡跟那个疯女人有仇，自己可不能当她的炮灰。正所谓36计走为上策，先溜了再说。小家伙别跑，鸡爷带你去到处玩一玩啊！大局刚调转身子准备下山，耳边就传来了公鸡的声音，随后便感觉到身上沉甸甸的。我去，这只公鸡吃什么长大的？这比红二姐那1.7米的身高还重啊！小家伙，咱们下山吧！啊！鸡爷用爪子拍了拍大局的后背，可大局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还下山？就你跟那疯女人的恩怨，下山还不得让你坑死？公鸡见大局不走，开口道：鸡爷，我知道哪里有免费的鱼吃，你跟爷走，保证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可大局依旧不为所动，见状公鸡不由有些烦躁。这个小家伙太精明了，这样计划可不好实施啊！老袁，你告诉这个小家伙，我到底是有没有骗他？小猫，你尽管跟公鸡道人去吧，他说的确实是没有错，有一处地方的确是有免费的鱼吃。那里有位老友喜欢钓鱼，钓上来的鱼不是放了，就是赠予过往的人。闻言，大局想了想后，还是动身了。这就对了嘛，放心吧，鸡爷和那个女人的恩怨不会牵扯到你的。还有，你这小猫怎么不说话呀？发现身下没有一点动静，公鸡不由用爪子踩了踩大局。不会说话的大局只得无奈地吼了2嗓子，就当做回应了。算了，你继续往前面走。看到前面3棵树，我们就到了地方了。听到公鸡这话的大局有些无奈，这里这么多棵树，俺怎么知道哪3棵树啊？小家伙走错路了，往这边走。公鸡拍打着翅膀指了个方向，随即大局朝着对方指的方向走去。很快他就看到了远处的河岸边有3棵大树。老白，我带了个小家伙来看你了。站在大局背上的鸡爷扯着嗓子喊道：哈哈，公鸡道人，哈哈哈哈，还真是难得见你来看老夫啊！哪里？鸡爷看了看河面上浮动着的芦苇花，动了动道：有鱼上钩了，你该起竿啦！闻言，老白伸手抬起来了鱼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局发现他的手没有一丝肉，完全就是白骨。当探过脑袋一看，这竟然是个穿了一身蓑衣的骷髅。老白从鱼嘴取下来了鱼钩后，便把鱼儿丢到了一旁的青石上。2位来了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，
这点鱼不嫌弃的话，就请享用吧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大菊立马迈着步子上前啃鱼了。这位骷髅大叔虽然有些恐怖，但人意外的好呢，以后可以经常来这边溜达溜达。公鸡道人，你带着这个小家伙到处跑，可有些居心不良啊。哪里有？季爷难道还能对一个小家伙动什么坏心思不成吗？这可难保证啊。谁都知道公鸡道人你做事有些跳脱的。那是他们放屁！一群长得奇形怪状的家伙，羡慕爷的羽毛绚丽夺目的，就到处诽谤爷。别让爷知道了，不然也有他们好看的。好了好了，公鸡道人，别生气，来吃条鱼消消火吧。算了吧，鸡爷喜欢吃虫子，你看看啥时候能给鸡爷钓点虫子？水里的虫子，公鸡道人你可看不上。南古那有只蝎子，公鸡道人不妨去那里吃。闻言，鸡爷摇了摇头。南古的那只蝎子，他虽然眼馋得很，但问题是那蝎子他打不过，上次差点连尾巴毛都被他全夹掉了。说完，鸡爷这看了看一旁吃饱的大菊。既然你这个小家伙已经吃饱了，爷再带你去吃点饭后的水果。我们先走了，老白再见啊！说完，鸡爷就催促着大菊快点走。老白见状，不由摇了摇脑袋。这公鸡道人还是老样子啊。没有多久，跟着鸡爷的指引，大菊就来到了一处丘陵处。这里有一棵结满沉甸甸梨子的大树，就在距离果树30来米的时候，停！鸡爷突然喊道。听到这话的大菊立马就停住了，他倒是要看一看这只公鸡打算玩啥花样。鸡爷一只翅膀指着不远处的梨树，笑嘻嘻道：看到上面的果子没有？你上去给爷我摘2个下来，一个你吃，一个我吃，怎么样？公平吧？毕竟爷带你过来也是需要路费的。公平个锤子，你在这边等着梨子吃就够了，老子过去偷个梨子，万一被人抓住还不得打个半死吗？虎爷又没有叫你带路偷梨吃，你想坑哪个疯娘们？用不着把我也算计在里面，俺又跟你没仇没怨的。你怎么不去呀？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小家伙勇敢一点，不要紧的，去吧。我去个锤子，你真俺傻啊！你自己慢慢玩吧。随即大菊转身就朝着来的地方走去。你这个小家伙，跟爷过来啊！别跑了！此话一出，大菊迈动着步子跑得更快了，一下子就溜出来了好远。你这个小家伙别跑啊！见状，鸡爷大喊着，扑腾着翅膀朝着大菊追去，一边飞着身形，也在一边变大。正跑着的大菊顿时被头上的风声给吸引了，一转头就见到了巨大的公鸡。这是法相天地，还是这只公鸡的真身啊？见状，大菊也懒得继续跑了，再怎么跑也跑不过这只大公鸡，还是省点力气的好。鸡爷见到大菊停下，开始逐渐变小道：乖乖听鸡爷的话，去摘2个梨子来就行了。放心，爷会保护你的。然而对于鸡爷这种骗人的把戏，大菊早就看透了，但他现在也没有办法，如果不去的话，还不知道这个家伙会干嘛。随即大菊不情不愿地朝着梨树走去，10几米高的梨树散发着诱人异样的香味，不知不觉大菊就来到了梨树下面。就在他刚想要站起来咬个梨子时，突然一根黑褐色的树根从地面伸了出来，缠绕住了大菊。顿时大菊惊慌地尖叫着，这他妈的梨树成精了，可恶的大公鸡居然这样子坑我！你这个小家伙想要干嘛？俺是被大公鸡推过来的，俺啥都没有做。老叔伯伯你要明鉴了。鸡爷突然跳了出来道：这个小家伙是徐娇娇那娘们带来的，定是他指使这个小家伙来偷梨子的。老梨树，这你能忍的？不得抓着这个小家伙上门去讨个说法，不然那娘们还以为你好欺负的呢。抓着大菊的苍老面孔见到鸡爷出现，开口道：公鸡道人，是的，就是鸡爷。老梨树好久不见了，没想到一来就看到了有家伙摘你的果子。公鸡道人真会说笑，这个小家伙只是个不太懂事的孩子而已。再说，既然是徐娇娇道友带来的，那老树我自然要照顾一下了。老树我也没有别的好东西，就送他3个梨子。说着，3个黄澄澄的梨子就落了下来。见状，公鸡道人道：老梨树，你就这么放过那个娘们了？公鸡道人没想到老梨树这个家伙会这么怂，被人摘果子都能忍下来。可明明他上次过来的时候，对方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大家都认识这么久了，1、2个梨子而已，给就给了，没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。是吗？那要不然老梨树你给鸡爷几个呗？公鸡道人，老树我和你可不熟，而且你3番5次的打老树果子的主意，别以为老树我不知道，你还是不要再踏入老树地盘了。下一秒，地面突然蹦蹦作响，许多树根钻了出来，朝着鸡爷攻去。鸡爷见了，连忙撒丫子溜了。一旁的大菊正咀嚼着鲜甜的梨子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。这可恶的公鸡算计他，这下好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什么都没捞着，还被赶走。小家伙刚刚的事情，老树都听到了。
这个攻击到人为老不尊的你，别跟他学。啃着果子的大橘点了点头，表示只要给俺果子吃，你说啥都对。随着3个果子下肚，大橘胃里暖洋洋的，难怪大公鸡想让我来呢。胃口还真是大呀，老叔，我再给你3个吧。果子虽然好吃，但却不能多吃哦。多谢老叔伯伯了。正在舔着爪子的大橘闻言，开心的用后背蹭了蹭书。以后有空可以来老树这边坐一坐。像你这样的小家伙，老叔我好久没有见过了呢。一定一定。大橘点了点头。另一边，鸡爷站在一块大石头前，骂骂咧咧的挥舞着翅膀，就朝着石头劈了下去。只见那石头像是豆腐一样的被切成了2半。做完这一切的鸡爷才感觉心里舒坦了不少。鸡爷，我一定要给那个徐娇娇找麻烦才行。想到这里，鸡爷拍打着翅膀飞回了丘陵，等待着大橘出来。此时吃了6个梨的大橘有些撑得走不动路了。果然是成了精的梨树就是不一样了，结的果子跟灵丹妙药一样，难怪对方说不能多吃呢。老梨树见到大橘这副样子，笑道：小家伙是不是撑得走不动路了呀？在这里睡一会儿吧。老叔，我这里很清静的，而且泥土又干燥又凉爽，很合适躺着的。好的好的。大橘打了个哈欠就躺地上睡了起来，而躲在远处的鸡爷等了许久，依旧没有见到那橘黄色的身影出现，不由有些不耐烦地拍打着翅膀。这小家伙还能住里面不成吗？随着天色逐渐昏暗下来，正在老梨树下睡觉的大橘也醒了过来。小家伙醒来了，时间可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说着，一条粗大的树根突然从地里钻了出来，缠绕住了大橘，把它放在了远处。就在大橘犹豫着要不要厚着脸皮回去的时候，耳边却传来了鸡爷的声音：你这小家伙总算是出来了，让鸡爷一阵好等啊！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大橘一跳，扭头一看，发现鸡爷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。小家伙跟鸡爷走，鸡爷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然而此时的大橘才不信这个家伙的鬼话，多半是找不到人坑，又来坑我这只可怜的小老虎了。你这个眼神干啥？要不是鸡爷我带你过来，你能吃饱吗？你这个小家伙可不要忘恩负义呀！说罢就拍着大橘的屁股，让他快点动身。好好好，虎爷，我就看看你这只大公鸡还想干嘛。很快一鸡一虎来到了一处峡谷内，在这雾气蒙蒙的峡谷之内，大橘可以清晰地听到扇动翅膀的声音。好家伙，鸡爷跟你讲，这里面可有个好宝贝呀！在那前面有一处蜂巢，那里的蜂蜜可美味了。像你这样子的小家伙，要是能够吃上一口的话，对你来说可是有莫大的好处的。看来这个可恶的公鸡真是把我往死里坑，要知道被蜜蜂给叮了，很有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的。没有人治的话，到时候岂不是要凉凉的？想到这，大橘退着步子转身就跑。然而早有预料的鸡爷直接翅膀一扇，把大橘给扇向了蜂巢。随即鸡爷就扯着嗓子大喊：有人偷蜂蜜了呀！蜜蜂们，快点出来呀！下一秒，一群又一群的蜜蜂从蜂巢里跑了出来，看到迎面飞来的黄色物体，立马迎面攻击。紧接着就传来了大橘被蛰的惨叫声。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偷蜂蜜呀？报告女王，来偷蜂蜜的是一只老虎。冰蜂们报告着把肿得跟球一样的大橘给抬了过来。女王蜂看着虚弱的大橘问道：你这个小家伙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要跑到我们这边偷蜂蜜？俺不是来偷蜂蜜的，俺是被那只可恶的大公鸡给陷害的，疼死俺了都。女王陛下，这个小家伙好像还不会说话。一旁的冰蜂开口道：我看出来了，给这个小家伙消消肿，看看是哪家的孩子。是女王陛下。冰蜂们闻言开始给大橘灌蜂蜜，不一会儿大橘就逐渐消肿了，吓死虎爷了。虎爷还以为要死了呢，拼命呼吸着新鲜空气的大橘松了一口气，刚才他连呼吸都困难，还以为自己真的要凉了呢。可恶的老公鸡，你给我等着！这时女王蜂看着大橘说道：怎么样，小家伙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到底是哪家的小鬼，或者直接带我去也行的。闻言，大橘立马点了点脑袋，就往蜂巢外面走。这下子那个徐娇娇娘们完蛋了。早就消失不见的鸡爷躲在角落里笑着。很快女王蜂就跟着大橘来到了老梨树这里。你这小家伙该不会是想跟我讲你是老梨树的娃吧？女王蜂道又不要说笑了，这个小家伙是徐娇娇道又从外边带来的。他不会跑你那里去偷蜂蜜了吧？那多半不是他自愿的，肯定是被公鸡道友给逼的。闻言，大橘在一旁疯狂地点着脑袋。原来是那贪嘴的公鸡，我说怎么那声音那么的熟悉？既然你是被陷害的话，那这件事情就跟你没有关系了。看在徐娇娇道友还有老梨树的面子上，我就给你点丰满吧。说着，女王蜂就拿出来了一块有些透明的晶体。来，小家伙，张嘴巴。闻言，大橘没有丝毫犹豫，就张开了嘴巴。在舌头接触到丰满的瞬间，大橘就有些醉乎乎的。这小家伙我就把他给送回去。
去了。顺便提醒一下徐娇娇道友，别让攻击道人再有机可乘靠近这个小家伙了。说完，女王蜂抓着大菊就离开了。此时，距离徐娇娇的房屋不远处的山壁上，从峡谷里跑路的攻击道人正躲在这里准备看戏。他已经可以预料到女王蜂和徐娇娇的大战了。在姬爷的期待中，女王蜂提着大菊扇动着翅膀朝着房屋走来。女王蜂，好久不见啊！毛毛，麻烦你送来了。徐娇娇见到了被提着的大菊，笑着说：“她说这个小家伙怎么不见了？原来跑去女王蜂哪里玩了？看这个小家伙现在这副样子，好像还得了不少好处呢。”这倒是不麻烦，不过你得看紧点这个小家伙，不要让人利用了。女王蜂放下了大菊道：“攻击道人带着这个小家伙到处给你惹麻烦呢，先是去偷老梨树的梨子，又到我那里偷蜜。”听到这话，徐娇娇笑着从袖口掏出来了一把剪刀。看来那只公鸡最近的羽毛又长出来了啊！女王蜂点头道：“那你扇子的最后几根羽毛可以凑齐了。”徐娇娇点了点头。我们好久没有坐下来喝茶了吧？正好今天我采了些许新茶呢。那我可有口福了。而躲在山壁上的鸡爷探着脑袋半天了，可还没有发现远处房子里传来战斗声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发现还是没有多大动静，鸡爷这才扇动着翅膀返回老巢了。深夜，一棵硕大的梧桐树上，回到老巢的公鸡道人正熟睡着，悄然间一道黑影落在他身旁。睡得可真是香啊，公鸡道人。徐娇娇看着这一幕，嘴角不由露出淡淡的笑容，随后拿出来了剪刀，咔嚓咔嚓。第二天清晨，正躺着的大菊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。这里是？大菊打量着周围，愣了几秒钟，随后才反应过来这是哪里了。这里不就是徐娇娇的家？可虎爷是怎么回来的呢？大猫猫醒来了呀，昨天吃了不少苦，今天总不会到处乱跑了吧？说着掏出来一个用绳子绑着的小袋子。昨天欺负你的那只公鸡，姐姐已经帮你报仇了。看到这根羽毛了没有？就是那只公鸡的。一听这话，大菊立马凑了上来，嗅了嗅，确实是那只公鸡的，没有错，上面还带着一股鸡屎味呢。这根羽毛关键的时候能够救你一命，所以记得不要把这袋子给丢了。闻言，大菊点着脑袋，好的好的，俺记住了。只要徐娇娇帮他出头，他就认徐娇娇做大姐又如何呢？等会儿那只公鸡会再来找你的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警告过他了，这次你安心的跟着他去就行了，他会带你去谋福利的。那就好。听到这话的大菊不由松了一口气。姐姐还有事情要办，就不陪着你这只小菊猪了，自己记得去抓鱼吃啊，姐姐可不包饭。知道了知道了。随即大菊伸了伸懒腰，准备去老地方吃东西了。此时云气蒙蒙的河边，穿着蓑衣的老白还在抛竿。大菊见状很是开心，迈着小碎步便靠近了。你这个小家伙这么早就过来了，是不是饿了？大菊点了点头。那你可来得真不凑巧，刚刚我才把一条鱼放回去啦。你要是再来的早会儿，说不定就有的吃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稍等一下也是一样的。闻言，大菊坐在一旁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老白钓鱼。老白见了，笑道：“小猫钓鱼的故事你听过没有呢？小家伙，你可以试着把自己的尾巴放到河水里搅动一下的，也许就能够钓到鱼了呢。”听到这话，大菊猛然醒悟过来，如果虎爷也学会了钓鱼的话，那就可以自己钓鱼吃了。于是立马迈着步子走到河边了，把毛茸茸的长尾巴伸进了河水里。黑黄相间的长尾巴在水里像是一根水蛇在游动着。周围路过的鱼儿看到了这么大一条水蛇，都躲得远远的。当然也有一些特别大的肥鱼，对这条有些奇怪毛茸茸的水蛇很感兴趣。比如80多斤的大鱼就觉得眼前这条水蛇不错，很适合做今天的早餐，所以他就张着嘴巴朝着大菊的尾巴咬了下去。正坐在河边的大菊顿时发出来了一声尖叫，随后开始拼命地扭动着身子。水里肥鱼咬着他的早餐，还没有缓过神来，就直接被拖上了岸。给虎爷去死吧！你这只臭鱼居然真的赢！怒火冲天的大菊反手就是一巴掌呼在了鱼头上，扭动着身体的肥鱼瞬间便停止了动弹。可恶的肥鱼咬合力还真大，差点就把虎爷的尾巴给咬断了。我让你知道得罪虎爷是什么下场！说完，大菊一口咬在了肥鱼身上，开始享用起来了。小猫继续钓鱼呀，我看你钓鱼很有天赋的。对于老白的话，大菊再也不信了。刚刚这个家伙肯定是没安好心，故意坑他的。小鱼根本不吃它的尾巴，只有那些大鱼会咬，而这些大鱼的咬合力又太强了，会把它尾巴咬疼的。真不知道那坑人的小猫钓鱼到底是哪个混蛋故意编出来的。它这么大的老虎都受不了被咬尾巴，那些小猫又怎么可能会受得了？果然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你这个小家伙果然在这里，鸡爷，我一猜就知道你跑到这里来了。公鸡道人你来了，可你这尾巴尖的怎么少了一块呀？这是被谁给拔了呢？一听这话，鸡爷立马炸了。你可以闭嘴了，老白！该说的话不说，不说的话你偏偏要说，你再这样子，鸡爷可要生气了。随即鸡爷又看着大菊说道：“小家伙该动身了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做。”知道了。大菊闻言向老白挥了挥爪子，见状老白笑了笑，也挥了挥手。是个有礼貌
貌的小家伙呢。见到这幕的鸡爷吐槽着：“跟这个家伙这么客气干嘛？也没见你跟鸡爷这么客气啊！”听到鸡爷嘀咕的大菊翻了翻白眼：“就你这个家伙，还想我跟你这么客气？你昨天把我坑成那样，我今天能背着你走就不错了。”很快，他们便来到了一处火山口。鸡爷站在大菊背上，扯着嗓子大喊道：“老蛇出来了！鸡爷来收保护费了！”一听这话，大菊就觉得不太妙，这个家伙还收保护费，待会儿不会挨一顿毒打吧？就在大菊思索着要不要丢下公鸡自己跑路的时候，一颗巨大的舌头从火山口伸了出来。公鸡道人，看样子你最近皮很痒啊，居然敢跟我这么说话，你知道下场是什么吗？我靠，这么大的蛇吗？一口吞它都不带打嗝的，这只公鸡就是这样子来讨好处的吗？怕是带它来送外卖的吧？看到这一幕，大菊立马开溜了。鸡爷见状，翅膀一扇，顿时刚跑出去的大菊立马倒飞回来。你这小家伙害怕什么？他又不敢吃了我们。巨蛇倒是没有立马准备动手的意思，他目光在大菊身上望了望。公鸡道人，你带个小家伙来我这里干什么？是徐娇娇那个女人让我带这个小家伙过来，向大家讨点好处。鸡爷，我给了这个小家伙一根羽毛了，你是不是也得意思意思呢？闻言，巨蛇点了点巨大的脑袋。既然是徐娇娇道友让你带他过来的，那我当然要给了。说着就吐出来了一个果子。把这没果子给小家伙，你可不要自己私吞了。听到这话，鸡爷急了：“你在开什么玩笑？鸡爷就算是再嘴馋，也不会吃沾了你的口水的果子啊！”说着把果子丢到了大菊面前。快吃吧，瞧一瞧你瘦成了什么样子，跟只猫似的。听到这话的大菊愣了愣，这只公鸡今天是吃错了药了，居然破天荒的说它瘦了。不过跟眼前这条大蛇比起来，确实是有些瘦了。这时大蛇吐着舌头开口道：“好了，没有别的事情了吧？没有的话你就该走了，我这里可不欢迎你。”知道了，鸡爷这就带着小家伙走了，不会打搅你的。那就快走吧。说完，巨蛇就退回来火山内。见状，鸡爷飞上了大菊的后背。好了，小家伙，我们该继续上路了。这地方可不是什么好待的地方，小心被烫伤。等会儿吃蒸虎爪。大菊闻言立马变动身了。不一会儿，一鸟一虎又来到了一处地面灰白的地方。鸡爷二话没说，就用爪子开始刨土了，一边刨一边开口道：“这可是个好东西，这玩意儿你一吹，敌人就全成瞎子了。无论是对敌还是逃跑，都是很好用的。”闻言，大菊也学着鸡爷的样子就开始刨土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一阵抖动，紧接着一只手就从地里伸了出来。公鸡道人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！知道我在家里还敢刨我坟头的土，你这是没把我老师放在眼里是吗？见到这一幕的大菊吓了一大跳，蹦跶两下立马躲到了鸡爷身后了。见状，鸡爷没好气的骂：“你这家伙不会以为鸡爷我挡得住你这么大的身子吧？快给鸡爷从后面滚开！”听到这话的大菊看了看自己和鸡爷的体型差距，立马从鸡爷身后走出来了。喊什么喊？鸡爷告诉你，今天是徐娇娇那娘们让鸡爷带着这个小家伙来的，其他家伙都给了好处了，怎么到了你这里就可以幸免了？自己老老实实躲在里面，不要吭声就行了，不然鸡爷掘地3尺把你都给挖出来。闻言，泥土下面又传来了老师的声音：“那你们也挖够了啊，老师我就这点土，你们再挖，老师我就要暴尸荒野了。”知道了。这不就打算走了？一旁的大菊刚刚还怀疑是不是鸡爷在糊弄他，现在一听这老师紧张的样子，看来这事还真有其他的用处。来，小家伙，鸡爷教你怎么处理这土。说着，鸡爷嘴巴一张，地上的泥土跟被吸尘器吸了一样往鸡爷嘴巴里钻。接着，鸡爷肚子里便传来异常的响声，随后一颗颗黑色的珠子就被鸡爷给吐了出来。大菊看着这一幕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鸡爷这变戏法自己肯定是学不来的。再说了，谁见过老虎吃土啊？怎么了？不敢吃了吧？你这个小家伙就是胆子小啊！说着，鸡爷又一口把大菊面前的土吸进了肚子里。没一会儿，鸡爷又吐出来了一些珠子。好了，小家伙，鸡爷已经帮你搞定了，接下来就是解决你怎么戴的问题了。说着，便用比人还灵活的爪子把珠子穿成了一串项链。接着，鸡爷把项链戴在了大菊脖子上。用的时候直接把这根项链丢出去就行了，保证到时候雾气里面的人全部变成瞎子。听到这话的大菊点了点脑袋，那倒是挺简单的，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啊。好
了，我们走吧，不打搅这个家伙睡觉了。鸡爷扑腾着翅膀落在了大巨背上，随后一虎一鸡就离开了这里了。地下的老师听到了远去的脚步声，没好气地骂道：哎呀，这个公鸡道人还真是铁公鸡，过刘毛人过刘一，就连地皮都要刮3层。另一边，大局正走在林间小道上，突然天空上一道白影朝这边急速冲来。见状，鸡爷脸色一变，我就知道今天不该来这儿的。说完便朝着天空飞去。你这只老公鸡居然还敢往这边走！上次的事情还没有跟你算账呢，看样子你最后的几根羽毛也不想要了。我今天可是有事情的，徐娇娇那娘们让鸡爷带这个小家伙到处拜访一下其他家伙。你要适时去的话，就交出来点好东西。闻言，白鹤大笑：好东西，等我把你这只该死的公鸡给收拾了，就拿给你的尸体这个小家伙。这话一出，鸡爷顿时就怒了：想要鸡爷命，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说完，鸡爷身上就燃起了熊熊烈火，接着朝着白鹤扑腾而下。气势不小，只可惜外强中干。白鹤冷笑着，随即浑身笼罩在白雾之中。正在下方吃瓜的大局饶有兴趣地看着天空，真精彩，就是不知道谁会打赢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巨大的猿猴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。公鸡道人，白鹤兄弟，2位消消火，不要打了，不然惊动了下面那位。等会儿2方大战就变成3方大战了。听到这话，白鹤心虚地看了看下面，看在老袁的面子，就先放过你这矮冬瓜。你这只贱鸟以为自己是谁呢？还想拿下鸡爷我？哼！简直白日做梦！一旁的猿猴见状摇了摇头。好了，没有什么事情，你们就快点离开，不要在这里久留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鸡爷说着，扑腾着翅膀就飞回了地面上。白鹤也拍打着翅膀消失在了空中。这时，恢复到了平常样子的白猿开口道：公鸡道人，你可以继续带着小家伙上路了，但千万不要再跟别人发生冲突了啊！放心吧，要不是那个秃瓢来找鸡爷麻烦，鸡爷都懒得理会他呢。听到这话的白猿点了点头，随后看了看变胖了些的大局。小家伙，快点长大吧，以后还有事情要你做呢。听到这话的大局顿时有股不好的预感。由于这几天的经历有些太魔幻了，加上这里的动物们对他还很好，一开始大局还以为是靠着自己的帅气才能收获如此多的好处的。可现在一听白猿这话，他感觉有点慌了。正所谓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只会掉陷阱，前面该不会有个大陷阱在等着自己吧？好了，老袁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吓唬这个小家伙干嘛？没事儿就回去下你的棋，鸡爷还得带小家伙到处拜访一下呢。小家伙继续往前面走，那里有个富得流油的家伙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去捞点好处。听到这话，大局立马迈着步子朝着鸡爷翅膀指的方向前进了。此时，一只巨大的黑毛大野猪正在泥地里打着滚，这一幕让刚刚来的大局有些目瞪口呆的。这只野猪是真的大，就这体型都跟大象一样大了，难怪鸡爷说富得流油，就今年的猪价的确是富得流油啊！老猪别在泥里打滚了，赶快过来！鸡爷带着后辈来拜访你了，有什么好东西，赶快拿出来分给小家伙一点吧。老猪，我哪里有什么好东西？公鸡道人，你可是找错了人了，你还是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。你当鸡爷是白痴啊？赶紧的把好东西交出来先。鸡爷，我是被徐娇娇哪个娘们儿喊来带着小家伙找你们要东西的，你不给的话，等会儿鸡爷我就跟那个娘们儿说。老猪闻言立马爬了起来。原来是徐娇娇道友让你带着小家伙来的，你早说不就好了，让老猪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这个小家伙。听到这话，鸡爷吐槽道：混蛋！鸡爷的面子就这么没有用？爷我这么好的鸡，比人猿居然比不过徐娇娇哪个娘们儿？没一会儿，老猪叼着一根大蘑菇丢在了大局面前。老猪，我没有好东西了，这颗蘑菇可是老猪我1个月的口粮了。见状，鸡爷一把抓住了蘑菇，掰下来一小块，放进了嘴里品尝。算你识相，知道鸡爷不好糊弄。小家伙张开嘴巴来，这玩意儿味道不错。听到这话，刚刚还沉浸在红烧肉和红烧排骨中的大局立马张开了嘴巴，接着鸡爷便把蘑菇塞进了大局嘴巴里面。腮帮子被撑得鼓鼓的大局咀嚼着蘑菇，这玩意儿可真有韧性啊！确定这是蘑菇不是牛皮，难怪那只猪说要吃1个月呢。好了，今天也不早了，你这个小家伙等会儿就自己回去啊！鸡爷今天有点犯困了，就不亲自送你回去。说完，鸡爷便扑腾着翅膀朝着自己的老巢飞去。大局也迈着步子一边往回走，一边继续咀嚼着蘑菇。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回来？你这只猫猫也真是的，实在是太贪心了。
赶快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。返回房子的大狙一眼就被徐娇娇看出来了问题，徐娇娇直接丢了一个铁盆，让大狙把嘴里的蘑菇给吐出来。腮帮子酸胀的大狙总算是忍不住了，一口把蘑菇给吐了出来。见状，徐娇娇笑了笑，这段时间不要到处乱跑了，你这今天得到的好东西可不少，得花一阵子消化才行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搅你休息了。说罢，徐娇娇迈着步子就离开了。大狙闻言不由愣了愣，寻思徐娇娇这个娘们怎么今天这么爽快，就觉得眼皮有些沉甸甸往下掉。好吧，确实是该睡觉了。大狙打了个哈欠，就趴着脑袋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大狙醒来伸了个懒腰，接着目光重新放在了铁盆里的蘑菇上。这大清早的我也懒得去捕鱼了，就一边咀嚼蘑菇一边晒太阳。悠闲的一天从晒太阳开始，这才是老虎的正常生活。这时鸡爷扑腾着翅膀从空中飞了过来。你这小家伙长得倒是挺快的，一晚没见就长得这么胖了吗？这样子，昨天的东西没有白吃啊！赶快起来，鸡爷带你出去溜达溜达。不想起来，不想起来。大狙挪了挪身子，并没有打算起来的意思。你这个小家伙真是懒散，居然敢不听鸡爷话，那就不要怪鸡爷不客气了。说完，鸡爷翅膀一扇，大狙就立马飞了起来。接着就是一声重物落水的声音响起来了。等到大狙反应过来，才发现周围全是水了，可他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，似乎水里跟陆地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大狙看着前面游动着的鱼儿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学着它们摆动着。这时候的大狙像极了一只虎斑大花鱼。小家伙在水下玩的差不多，也该上来了。正打算再去溜达一圈的大狙，随后就发现身体不受控制的开始朝着水面上浮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在水里没有任何压力，哪怕是在水底下呼吸都可以呢？现在知道这珠子的好处了吧？你这个小家伙。大狙闻言点了点头，难怪他在水里面活动一点压力都没有，连憋气都不用憋。好了，小家伙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玩游戏吧。大狙闻言愣了愣，随后就发现自己飘到了岸边了。刚刚落到地面上，耳边就传来了鸡爷的声音：鸡爷丢一块石头过去，你跳起来用爪子把它给拍下来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？要是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大狙抬脑袋就见鸡爷周围满是脸朝大的石头。等一等，这可不是游戏啊！这么大的石头砸到虎爷，虎爷就凉透了呀。咱们能玩点文明的游戏，玩这么危险的游戏干嘛？好了，小家伙，鸡爷来了哦！说着，鸡爷翅膀一扇，一块石头就朝着大狙飞了过去。见到这一幕的大狙吓得立马开始躲闪，然而呼啸而来的大石头像是长了眼睛一样的，不管怎么躲闪，他都一直追着大狙。小家伙，你跑什么呀？转过身来，用你的爪子拍呀！听到鸡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大狙跑得更快了。他一只小老虎又不跟鸡爷这些成了精的家伙不一样，他还是血肉之躯，怎么可能一巴掌拍得了这玩意儿？你再跑不反击的话，爷我可就要拿更大的石头了！什么？这不是强虎所难吗？正在跑着的大狙一听这话，立马顿了顿步子。这个大公鸡真是要坑死他！你这小家伙再发呆的话，石头就要呼在你脸上啦！什么？想毁了虎爷英俊帅气的外表，还有吃饭的脸吗？去你大爷的！大狙想也没想，就是一大巴掌直接呼在了石头上。然而意料之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，这让大狙对于自己的实力有些惊讶。原来自己这么强的吗？怎么样，小家伙？现在对自己有些信心了吧？那游戏就正式开始喽！大狙闻言点了点头，来吧，正好他也好久没玩过这种游戏了。接着一块又一块的大石头朝着大狙飞来，大狙一跃而起，像是拍苍蝇一样的把石头给拍 K 了。有的石头落在了水里，有的石头则是飞到了更深的林子里。见到这一幕的鸡爷笑了笑，小家伙干得很不错嘛。接下来我要换个更大的石头，你一定要接好哦。说着翅膀一扇，脚边一块磨盘大的石头便飞了起来。见这一幕的大狙连忙摇了摇脑袋，要是被这块石头砸到，那就真的要成肉饼了。小家伙，自信一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说完，鸡爷不由分说的就朝着大狙丢了过来。大狙见状立马跳了起来，这只老公鸡怎么就听不懂虎话呢？就在大狙两只前爪碰到石头时，心已经凉了半截。原本想着用力朝着石头蹬，再借着这种方式抵消掉冲击力，可他还是太小看了这块石头带来的力道了。然而在接触的瞬间，大狙眼瞳瞬间睁大，前爪上传来的疼痛让他嗷了一嗓子，接着整个虎就被砸进了水里。听到大狙的惨叫，鸡爷立马扑腾着翅膀飞了过来。不是吧？你这个小家伙这么脆弱的？我只是想训练一下这个小家伙而已，但你这小家伙也太脆弱了吧？这么一小块石头都承受不住，这以后可怎么面对更惨烈的战斗啊？此时的大狙两只爪子看起来有些大，嘴角忍不住的颤抖着，疼实在是太疼了。这只公鸡是想杀了他。小家伙忍着点儿，鸡爷这就带你回去。你也真是太脆弱了，这么小的小石子都扛不住。水缸大的石头跟我说小石子逗我玩，大狙听到了这话不由暗骂着。好了好了，你这个小家伙在这里躺一躺，
鸡爷去给你找点药来。鸡爷把大菊丢在房里后，便扑腾着翅膀去找药了。而趴在台阶上的大菊眼中满是泪水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虎爷一命一世，难道就此要断2只虎爪吗？难道俺以后就要用2只腿走路了吗？大菊张着嘴巴，仰着脑袋发出来了嗷嗷嗷声。被声音吸引的徐娇娇走了过来。大猫猫，你没事叫什么呢？声音这么凄凉，谁欺负你了呀？当看到了跟大菊脑袋一样大的2只虎爪时，不由捂嘴轻笑。你这个贪吃鬼，不会又跑去偷蜂蜜了吧？怎么2只爪子肿成了这副样子了呀？闻言，大菊疯狂地摇着脑袋，想要表示自己并没有偷吃蜂蜜。好了好了，你爪子没有什么事，就是肿了一点而已，骨头都没有伤到，不要叫了，不会有事情的。姐姐给你拿点东西涂一涂吧。瞧瞧你这副样子。放下来了大菊的大肥爪子后，徐娇娇便去拿药了。大菊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太好了，虎爷不用做残废虎了。那可恶的鸡爷实在是太坑了。去拿药的徐娇娇没有一会儿便回来了，她抓着大菊的2只爪子看了看，随后打开了红色的木头盒子，瞬间一股淡淡的香味便传入了大菊的鼻子，好香啊！徐娇娇从木盒里用手指沾了粉红色的药膏，开始在大菊的爪子上涂抹了起来，那冰凉的感觉立马掩盖了疼痛。小家伙，爷回来啦！忍一忍，爷这就给你敷药啊！天空上，鸡爷继位置升仙道，等到他落下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了徐娇娇正在盖盒子，不由有些心虚的缩了缩脑袋。公鸡道人，你是不是该跟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徐娇娇目光望向了鸡爷，听到这话的鸡爷咳嗽了几声。如果鸡爷跟你讲，鸡爷好心带这个小家伙出去玩一玩，顺便训练一下他，你相信吗？如果我说不相信的话，你打算怎么说？既然怎么说你都不相信了，那鸡爷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，大不了打一场呗。别以为鸡爷真的怕你。不用打了，你这只公鸡能这么爽快，证明你真的没有撒谎。还有这个小家伙肉体凡胎的，你带他出去玩可以，但得注意一点分寸。知道了。鸡爷又不傻，只没有想到这个小家伙这么脆弱而已。旁听到这话，大菊立马就抬起来了脑袋。什么叫他很脆弱？他一个肉体凡胎的老虎能这样就不错了。好了，你们2个人慢慢在这里说话吧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处理。知道了，你走吧。随即鸡爷抓着草药来到了大菊身边，让鸡爷看看你这个小家伙的伤势如何。说完就打算咀嚼草药给大菊服药了。而在这时，你不用给他看了，我已经给他涂抹了药膏了。说完便迈着步子离开了。鸡爷听到这话，立马嗅了嗅大菊的爪子。这个小娘皮居然还有这种好东西吗？鸡爷都没有呢，果然是富得流油啊！说着，鸡爷就把草药丢到了一边。好了，你这个小家伙，现在爪子没有什么事情了，过几分钟就应该能恢复原来的样子。等会儿爷带你去爬树玩吧。你瞧一瞧你这么肥，天天又生活在动物园里，肯定没有好好活动吧？这样可是不行的，这个世界远比你想的要危险。听到这话的大菊歪了歪脑袋，疑惑着：危险吗？反正他现在就感觉对方挺危险的。如果不是对方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变成这副样子？好了，小家伙，你的爪子已经恢复正常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不过就是一点小伤而已嘛，用不着休息这么久的。俺才不去呢，你又想作弄啊？听着鸡爷的催促，大菊缩了缩身子，就往着房间里面跑去。吃了一次亏还信鸡爷的话，那他可就真的是彻头彻尾的傻子了。这个大公鸡心眼可坏着呢。小家伙别想跑，你以为你走得了吗？爷告诉你，你今天愿意跟爷走也得走，不愿意也得走。接着鸡爷翅膀一扇，大菊再次体会到了飞起来的感觉了。不要不要，快放下我！你这只混蛋大公鸡！小家伙不要乱动，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可不低，你要是摔下去了的话，后果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拼命挣扎的大菊听到这话，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飞得很高了，顿时吓得不敢乱动了。很快鸡爷便把大菊丢在一棵大树下。小家伙，我们到达目的地了，接下来你就该爬上去了。可大菊趴在地上，丝毫没有打算动弹的意思。不爬，你叫虎爷爬，虎爷就爬，还有面子吗？小家伙自己老实一点，爬上去，不要逼爷动手啊！你动手啊，虎爷看看你这个家伙怎么动手。你敢伤到虎爷，徐娇娇肯定饶不了你。小家伙，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那就不能怪爷心狠手辣了。只见鸡爷嘴巴一张，顿时一道火柱便窜了出来，把整棵大树给包围了。感受到灼热的高温，大菊哪里还敢继续趴在地上了，连忙从地上跳到了树干上。小家伙继续趴着啊，等会儿把你一身毛给烧掉去。
我看你还能待多久？听到季爷话的大菊暗骂着，挪动着四肢就朝着树干上方爬去。小家伙，快点爬，不要偷懒！季爷一边大喊着，一边扑腾着翅膀，火焰瞬间越烧越旺，越烧越高，朝着大菊的大屁股追去。大菊见了，顿时加快了速度，很快就来到了枝丫处了。这里已经不像是树干下面那么粗壮，再往上就是只有碗口粗细的树枝了。该死的，这么细的树枝撑不住我的，我要不要继续往上面走呢？大菊利爪镶嵌在了树干里，有些犹豫地仰着脑袋。好了，小家伙，下来吧。看样子你爬树爬得还挺快的，那就没有必要继续训练了。鸡爷带你去别的地方玩吧，哪里可比这里有意思多了。玩个屁，五爷才不相信你的话了，这里哪里是玩，这简直就是在要命。见到大菊还在树上不打算下来的样子，鸡爷翅膀一扇，顿时森林里就刮起一股大风，大树被风吹得摇摆不定，随时都有可能断裂的危险。爬在树上的大菊连忙退缩着步子，朝着树下走去。这只公鸡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居然这样子对他，刚刚用火烧，现在又用这种手段逼他爬下来。小家伙，我们走了！还不等大菊跳下树干，只见鸡爷翅膀一扇，大菊便再次飞了起来，随后转了一个弯，朝着远处飞去。随着四周景色不断的变化，很快一座红色木头的亭子出现在大菊视野内，里面有2道身影正朝着这边张望。人？怎么妖怪的地盘还有人？自己鼻子如果没有出问题的话，对方应该是还喝了可乐汽水之类的东西的，这可不是这里有的哦，对方肯定是从人类世界来的。鸡爷带着大菊刚落地，亭子内便有人迎了上来。公鸡道人你好。大菊闻言抬了抬脑袋，就见到穿着一身古装的妇女正有些紧张地看着鸡爷。鸡爷见了摆了摆翅膀，你又何必？老白不可能会见你的，你来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。可我只想见他一面而已，哪怕是一眼都行的。我只是传个话而已，这不是我能够插手的。接着鸡爷走到亭子内坐下。你对老白的心意他知道，时机到了他自然会来见你，也只能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也许再过10来年你们就能够见面了吧。妇女闻言顿时激动道：真的？再过10来年就行？不知道，这是爷的猜测而已。再说老白现在过得挺好的，每天除了钓鱼就是钓鱼的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清苦，你不必担心。一旁蹲在地上大菊也跟着点了点脑袋，虽然不知道是咋回事，不过老白过得确实不错呢，就是为人有些腹黑就是了。妇女闻言不由松了一口气，随后看了看憨憨的大菊，这是道人的后辈，倒是威武不凡啊。听到这话，大菊不由挺了挺身子，好让自己看起来壮硕高大一些。就在这时，亭子内传来了一阵轻笑声，大菊转过脑袋望去，就见一名短发女人捂着嘴巴眯着眼睛，一看就是在偷笑。这是老白的闺女，老白那个家伙还有个这么大的女儿吗？不对吧？那个家伙已经好久没有出去了呀。公鸡道人说笑了，静儿是我的外甥女，我和夫君并没有子嗣呢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我就说嘛，老白那个家伙怎么可能有女儿呢？本来是打算送你这个小家伙一点东西的，但既然你不是老白的女儿的话，那刚好就可以省一省了。别呀，前辈随便给一点就好了，我不挑的。那好吧。接着鸡爷笑着看向大菊，小家伙你过来吧。过去个锤子，你还想把虎爷送人吗？你这只不正经的老公鸡。大菊爬起来就打算跑路，见状鸡爷一拍翅膀跳在了大菊。别跑呀，你这个小家伙，跑什么跑？又不是拔你的虎毛，不要这么紧张，只是拿你几个珠子而已，瞧你紧张的这副样子。说着鸡爷从大菊的项链上拔下来了几颗珠子。这是什么东西你应该知道吧，自己收好来吧。好的，多谢前辈。亭子内传来了女人开心的声音，真是好打发的家伙，随便一点东西就激动成这副样子。大菊见状疯狂吐槽着，而亭子内收起珠子的女人盯着大菊两眼放光的问道：前辈，这只老虎是您的后辈？不是，我哪里有老虎后辈？这个小家伙是鸡爷帮人照看的，他好像过段时间得返回人间，你们那边帮忙登个记吧。这个小家伙鸡爷罩着呢。不对，不止鸡爷一个，让鸡爷数一数有几个家伙罩着来着。鸡爷掰了掰爪子，仰着脑袋嘀咕着：道人放心，既然道人这么说了，我们肯定是会放在心上的，我们回去就会让人登记一下的。那就好，这个小家伙事关重大，你们就是拼了命都要给鸡爷照顾好了。他要是出事了，第一个倒霉就是人间。放心吧，道人，不会有事的。接着妇人目光望向大菊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他岁数还小吧？时间来得及吗？应该没有问题的，我们的时间还很多，不会有事的。再说活着的老家伙们还很多，
就算是我们全死了，也能够拖到他成长起来。夫人闻言点了点头，眼神不由有些伤感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该回去了，别在这里继续待了，免得又伤心了。早知道姬爷就不过来凑这个热闹了。不关道人的事情。夫人摆了摆手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不多打扰了。姬爷点了点头，随即抓着大局飞起。不要太担心了，老白说过时机到了，他会去找你们的。多谢道人。夫人闻言点了点头，随后目送着姬爷和大局离开。姑姑，那个小家伙是圣兽，就算不是，也至少是生肖守护神。白虎圣兽的位置已经缺失多年了，能够有新的继承者是最好的。封印需要一位新的圣兽，世间才能平静。河岸边，姬爷抓着大局扑腾着翅膀落了下来。老白啊，你媳妇儿又来了呢。姬爷我好不容易才把她给打发走了。是吗？那可真是麻烦你了。老白笑着取下来了一条肥鱼一抛，大局面前的青石板上就多出来了一条肥鱼。不是姬爷说你老白，你这样子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迟早要见面的。再说了，他也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啊，你为什么迈不过这个坎儿？无血无肉，谈何为人？老白摇了摇头，手上鱼竿一抛。公鸡道人，你要来条鱼？哎，不啦，哼，除非是那蛟龙，不然鸡爷是一点儿的兴趣都没有。闻言，老白笑了笑：“你这话说可得小心一点啊，不然等会儿被人做成烤鸡了。”也打不过，还跑不过，有什么好怕？那就好。说着便看向了大局。小家伙倒是长得很快啊，一天一个样的。姬爷见大局啃鱼啃得差不多了，开口道：“好了，老白，你自己慢慢钓鱼吧，我先带这个小家伙去玩一下。”你们去吧。就走，俺没有吃饱呢。听到姬爷这话的大局愣了愣，就已经被姬爷给扇着翅膀朝着天空飞去了。蓝色的天空，白云朵朵，林间空旷的草地上，一只山羊正悠闲地迈着步子啃着青草，而树林之中，看见前面那只老山羊了没有？姬爷知道你刚刚没有吃饱，等会儿你就上去偷袭它，趁势把它给抓住。这是训练你的捕食技巧的，不然以后你要是在外面流浪，没有这种本事，会把自己给饿死的。我信了你的邪会上去。这只老山羊这么悠闲自得的，多半也是跟你一样的家伙。俺脑袋上写着傻字，你真把我虎爷当成笨蛋了。好了，上吧，小家伙，一鼓作气猛扑过去就是了。说完，姬爷一脚踢在大局屁股上，直接把大局踢出了灌木丛。我问候你祖宗你二大爷的攻击，丝毫没有防备的大局直接冲了出来。快去快去！姬爷躲在灌木丛里催促着，我去个锤子棒棒糖，你这老家伙坏得很，虎爷才不上你的当。接着大局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丝毫没有继续前进的意思。这时细嚼慢咽啃着草的老杨转过了脑袋。攻击道人，我知道你在那里，不用躲了。你这个家伙没本事出来挑衅我，就让小家伙来送死。哼！你这一大把年纪，可真是越过越回去了。看这情况，姬爷也不躲了，直接从灌木丛里面跳了出来。姬爷这是带小家伙过来跟你见个面，免得你不小心伤到他了。闻言，老杨吐了口唾沫：“你当老杨我是耳聋吗？你叫这个小家伙偷袭我，真当我耳背到这种程度听不见吗？这不是为了你好。”老杨一听这话，更加生气了。为了我好？你这只不着调的老公鸡，还好意思说为了我好？叫小家伙偷袭我，是为了我好吗？是啊，看你这个家伙最近一点警惕心都没有，这不是让小家伙来偷袭一下你吗？这样一来，你说不定就会提高警惕心了啊！老杨踢了踢泥碗，说道：“你看这是什么？不就一个泥蛋子？不，老杨，我是让你滚蛋！先别着急，让我们滚蛋，你先拿出点好东西来呗。”姬爷指着大局道：“看到这个小家伙没有？你再怎么说也是个长辈，总不能让他这样子空着手回去吧？再说了，别人都给了，你也不能例外呀。这个小家伙要是自己来的话，老杨我当然会给，但既然是你带过来的，别说东西了，我不揍他一顿都不错了。”是徐娇娇那个娘们儿让姬爷带她来要好处的。徐娇娇又怎么了？老杨没啥东西，也不打算给什么东西。你们要真的想要东西的话，就自己把这地上的草给2口吧。老杨我穷得要死，你们还想从我这里扣东西，简直疯了都！那行吧，就知道你是个穷鬼。
小家伙，我们走。说着，扑腾着翅膀就带着大橘离开了。来房屋前，鸡爷把大橘放下来了以后，开口道：“好了，你这个小家伙就慢慢躺在这里吧，鸡爷就不打搅你休息。”接着就扑腾着翅膀离开了。这让大橘有些疑惑，为啥子鸡爷今天这么快就放过了他？难道是他的魔力就要结束了吗？要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可就太好了。随后大橘就趴在房子里呼呼大睡了起来。夜晚，山林煤气逐渐大了起来，徐娇娇漂浮着走进来了房子内，睡得倒是挺沉的，看样子今天玩得很累呀。说完便从门口拿出来了麻袋，接着大橘慢慢从地面浮了起来。徐娇娇张开麻袋口袋一套，大橘便进入了麻袋里，而被麻袋套住的大橘立马惊醒了过来了。看着不断变形的麻袋，徐娇娇笑着说道：“不要挣扎了，小家伙，我带你回动物园去。”不要虎爷才不要回去呢，这里才是虎爷应该待的地方。开什么玩笑，让他回去坐牢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安静一些，小家伙。徐娇娇笑着拍了拍麻袋，便背着麻袋离开了。黑夜下的天空中，一只公鸡正扑腾着翅膀朝着飞来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徐娇娇面前。你有什么事情，公鸡道人？鸡爷没有什么事情，只是想看看这个小家伙住的地方在哪里而已。以后有空可以找他玩。闻言，徐娇娇点了点头。那你就跟我一起走吧。夜晚的动物园十分的安静，正在动物园里的到处巡逻的保安们确定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以后，便迈着步子返回了保安室。突然，两道身影出现在了大剧屋门前。这就是这个小家伙生活的地方吗？可真是够拥挤的。是的，但这就是动物园的安排。徐娇娇提着麻袋，轻而易举的就把关好的门锁弄开。他们刚刚进来，便惊动了大剧屋内的3只小家伙了。3个小脑斧看着突然闯进来的徐娇娇还有鸡爷，立马张大了嘴巴叫着。3个小家伙叫的还真是凶啊！徐娇娇笑了笑，把麻袋打开，把大橘放了出来。我已经把你送回来了，你在这里好好生活吧，记得要跟这些小家伙好好相处啊！相处个锤子，老子压根儿就不想回来。被放了出来的大橘很是不开心，让他回动物园里干嘛？在这里坐牢，他要回去，他要自由。迈着步子，大橘就朝着鸡爷所在的地方走去了。跟徐娇娇讲，估计没有啥好讲的，还是跟鸡爷讲一讲的好。也许鸡爷就带他回去了。见到大橘走了过来，鸡爷立马明白了大橘的意思。小家伙，鸡爷最近有点忙呢，可没有时间照顾你，你还是在这里好好住着吧。听到这话，大橘顿了顿步子。胆小鬼怕女人的家伙，这只大公鸡果然是整天就只会吹牛皮，连带他回去的勇气都没有。见到大橘盯着自己，露出来了鄙夷的眼神，鸡爷立马开口：“你这小家伙是什么眼神啊？鸡爷是真的有事情，怎么你这个小家伙就不相信呢？”好了，公鸡道人，我们走吧。有人要来了，你不会想见他们的吧？闻言，鸡爷仰着脑袋：“小家伙，有空鸡爷会来看你的。”说完便和徐娇娇一跃消失在了大橘视线当中。还真走啊！大橘探着脑袋看了看空荡荡的天空，眼神有些失落。他虎爷又要打工了，真是头疼。就在大橘这么想着的时候，2道身影跨过猴山，跳过大象栖息地，朝着大橘屋火速赶来。